每天同一个位置的你，需要翻译的朋友，请打开字幕观看。第一次见面，在网吧。小夏在一家24小时网吧上班，他习惯了顾客的各种样子，打游戏的，看电影的，逃避现实的。那天傍晚，下着雨，一个男生推门进来，衣服有点湿，他抖了抖头发，冲他笑了笑。开3小时，声音有点低，很温和。小夏递给他卡，看了他一眼。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对着电脑屏幕发呆。没多久，他打开了招聘网站。小夏心想，又是找工作的吧，最近这样的人好多。他似乎发现他的目光，轻轻抬头，两人视线碰了一下，都有点尴尬。他赶紧低头，假装在看键盘，而他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夜色渐深，雨声更密。电脑区突然传来啪的一声，一台机器黑屏了。不会吧，又坏了？小夏皱起眉。他拿着手电过去看，那个男生也站了起来。我可以看看吗？小夏一愣，他蹲下，插拔网线，重新启动电脑，系统慢慢亮起。可以了，他回头笑了一下。小夏愣了2秒，点头，心里却想，他看起来不像没工作的样子。他又想笑，又有点好奇。外面的雨还没停，而他们的故事刚刚开始。第2话，掉下来的饮料。那天晚上，网吧里人多的连走廊都挤满了，风扇转得嗡嗡响，空气里混着方便面和咖啡的味道。小夏一边换卡，一边心里想，今天这班真乱，不想说话，只想早点下班。前排一个学生边玩游戏边伸手去拿饮料，一碰，饮料滑了下来，饮料顺着桌边流下来，地上溅了一片。小夏提着抹布走过去，他心里有点烦，每次都这样，能不能小心点儿？就在他弯腰擦地的时候，一张纸巾静静地被放到他身边。小夏微微抬头，那是7号机的男生。他没看他，只是顺手又把一根电源线往里推了推，像是什么都没发生。小夏停了2秒，伸手接过那张纸巾。他心里想，他也不说话，就放在这儿，有点怪，不过挺安静的。他只是轻轻点了下头。阿成也没回应，重新戴上耳机，继续打字。他心里淡淡的想，他工作挺认真，不爱说话，也好，我也不太会说。几分钟后，地面擦干了。小夏起身时，他看见那罐掉下去的饮料被人摆到了垃圾桶旁边，标签朝外。他没说什么，走回前台时，心里有一点奇怪的感觉。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事，可那个角落突然有点安静。而7号机前，阿成重新打字，他的心里也闪过一念，他刚才抬头那一眼好像不太冷。那一夜，2个人都没再说话，心里却都留下了一点声音。第3话，凌晨的习惯。凌晨1点，
网吧的灯光显得有点冷，空调呼呼作响，大部分人都在打游戏。小夏打着哈欠，在前台做着表格。他心里想，每次上夜班都有点恍惚。不过，那个人今天也在。7号机的位置靠近炕角，阿成还是坐在那里。屏幕的光映在他手上，旁边放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写满了潦草的笔记。小夏有点好奇，他每天都写什么？是游戏策略还是求职的东西？他摇了摇头，把目光移开，反正也不关我的事。几分钟后，他听到轻微的碰声，他抬头看见7号机那边，阿成把一包糖放在键盘旁边。他从不吃零食，今晚却打开了一颗。他心里想，得提点神，不然要睡着了。然后他又把另一颗放在桌边。第二天清晨，小夏在收桌子时，发现那颗糖还在，包上的字是蜂蜜柠檬。他愣了2秒，心里轻轻地想，是忘记了还是故意放的？他没动那颗糖，只是随手把桌上的小本子叠好，轻声说了一句：“下次还会来吧。”7号机的灯灭了，但他的脑海里那个安静写字的背影依然清晰。第4话，打印的小误会。下午换班前，小夏在前台整理账单。他已经连续上了3天夜班，又要核对打印记录，真麻烦。他心里嘀咕着，拿起发票机的打印纸核对数据。就在这时，7号机那边走来一个人，是阿成。他手里拿着一张皱皱的账单。你好，这个好像少了时间。小夏接过账单，看了一眼，他皱了眉。啊，打印机又漏纸了。他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备用纸卷儿。阿成站在柜台前，安静地等着。小夏心里想着，他每次都这样，不急不慢，是不是连生气都不会？打印机重新开始工作，噗噗地吐出几张新的账单。小夏撕下一张递过去。不的，在这里。阿成接过纸，看了看。转身的时候又停了一下。你每天都上夜班吗？小夏抬头。啊？没事儿，就是问问。阿成说完，又低头离开。小夏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突然有一点奇怪的感觉。他第一次问我的事儿，可听起来还是那么平淡。而阿成回到座位，心里也在想。他看账单的表情好认真，好像任何事都不想出错。打印机又吐出一张空白纸，小夏看了看那张纸，轻轻笑了一下。又少打了一张，他把那张空白纸折好。算了，就留着吧。他不知道那张纸后来被阿成夹进了他的笔记本里。第5话，雨夜。那天夜里，雨下得很大，雨点打在窗外的玻璃上，窗边的灯光被模糊成一片。小夏靠在柜台边，听着雨声发呆。他心里想，
这么大的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来。门忽然被推开，带着一层凉风和雨气。是阿成，他全身有些湿，头发上还滴着水。他把背包放在桌上，默默坐下。小夏看了一眼，淋成这样也不拿伞。他抿了抿嘴，又低下头继续整理收据。10几分钟后，阿成从座位上起身，走向前台，他手里拿着零钱。给你，时间补一下。声音很轻，像是怕打扰谁。小夏伸手接过，看见他的衣袖还在滴水。他犹豫了一下，轻声说：“外面雨还在下。”阿成愣了一下，他只是点点头，又回到座位。小夏目送他走回去，注意到他的椅子旁有一把折叠伞，原来是忘在这儿的。他心里轻轻地叹了口气，怪不得拿伞。他看了看那把伞，又把目光移开。一整夜他都没碰那把伞，但第二天早晨，当他再看那位置时，那把伞不见了。小夏嘴角微微一动，他回来拿了，还挺细心的。他自己都没注意到，说这话时的语气比平时轻了许多。第6话，凌晨3点，网吧里只剩下几个人，机器的嗡嗡声听起来像催眠曲。小夏趴在前台的桌子上，盯着公控屏幕，眼皮开始打架。他心里想，再撑2个小时就能下班，要命的夜班。7号机那边，屏幕的光还亮着，阿成的手还放在母梢上，头已经轻轻歪向一边，他睡着了。小夏无意间抬头，看见了那一幕。他靠在椅子上，头发乱乱的，呼吸很轻。小夏皱了皱眉，这家伙就这么睡着了。他本想喊一声，又觉得没必要。算了，反正他也挺安静的。过了几分钟，空调的风吹到他那一排，纸屑轻轻飘动。阿成下意识地缩了缩肩。小夏看了一眼，犹豫了2秒，然后从柜台下拿出一件备用外套。他轻手轻脚地走到7号机旁，把外套轻轻搭在椅背上。他心里想，也许会被别人拿去用，但算了，反正他看起来有点冷。过了不久，阿成慢慢醒了。他发现椅背上多了一件外套。他愣了一下，转头看向前台。小夏正低头写着什么，灯光照在他的肩上，一动也没动。阿成抿了抿嘴角，心里有点暖意。他看见了吧？算了，不问了。他只是把那件外套重新叠好，放在桌角。小夏假装没看到，但心里却轻轻一笑。他也挺客气的嘛。他没再多想，只是继续写着交班立柱。外头的雨停了，天边泛出一点灰白。网吧里的灯光依旧温柔，空气里多了一点不知名的安静。第7话，泡面事件。深夜2点，网吧的灯光有点昏，前台的风扇嗡嗡转着。小夏撑着头看监控，7号机那边传来一个啪的一声，他下意识抬头，阿成正坐在那儿，手边是一碗刚泡好的泡面。他小心地撕开调料包，啵，酱汁直接喷到他手上。
他皱眉，又拿纸巾去擦，可手一滑，泡面整碗打翻，汤汁哗地流下桌沿儿，溅到他裤腿上。阿成动作一顿，他没说话，只是慢慢抽出一张纸，把那碗空壳盖好。小夏全程看傻了眼，2秒后，他嘴角抖了抖。噗！他转身去假装找东西，肩膀一抖一抖。阿成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平静，嘴角轻轻翘了一下。他低头用另一张纸小心地擦桌面。小夏终于没忍住，笑出声。他嘴角抿着，走过去，放下一卷纸巾，什么也没说。阿成看了刹那卷纸，点了一下头。他继续擦地。小夏走回柜台，嘴角还没放下。半个小时后，他在监控画面里看到7号机的桌面干干净净，甚至他把那碗泡面重新泡好，正安静地吃着。他轻轻笑了一下，低声自语：真是个怪人。那一刻，网吧的灯光柔和，他的笑意也藏在灯下。第8话，自动售货机前。傍晚6点，网吧开始热闹起来。小夏正忙着换零钱，打印机哒哒哒地响个不停。他一边数钱，一边听着键盘声。7号机今天又有人，是他。阿成一如既往，坐得端正，不说话。只是今天他换了件浅灰色衬衫。下课的学生一批批进来，自助售货机前排起了小队。小夏端着零钱盒过去补货，卡住了。一个学生拍了拍机器，饮料纹丝不动。小夏走过去，弯腰去看，他轻轻敲了2下，还是不出。这时后面伸出一只手，那只手轻轻一按，咚，饮料掉了下来。小夏一愣，他转头，阿成正站在他身后，表情平静。他没说什么，只是把掉下来的罐子接住，递给了他。2人对视1秒，小夏眨了眨眼，谢谢。阿成点了下头，又回到了7号机。小夏拿着饮料，嘴角轻轻动了一下。他没笑出声，只是把饮料放到柜台上，继续忙。1个小时后，他打开那罐饮料，喝了一口，轻声嘟囔，气都没了，然后嘴角又微微一弯。监控画面里，7号机那人正安静地看屏幕，手边放着一罐同样的饮料。第9话，那张纸。凌晨5点，网吧的灯光还没熄，夜班要结束了。小夏拿着抹布，一桌一桌地擦。7号机那边已经空了，屏幕自动熄灭，桌面整齐，杯子、纸巾都收好。他擦到角落时，一张小纸片滑了出来，他弯腰捡起来，那是一页便签，上面有几行潦草的字：明天再改，别慌，会好的。小夏看着那几行字，愣了2秒，然后把纸叠好，放到显示器下。他没想太多，只是觉得那几行字好像写在空气里。他收完桌子，去关灯。7号机的灯还亮着，他停了一下，没关。外头天色微亮，
小夏轻声说：“明天也是吧。”那盏灯光静静地照着，映在他的指尖上。第10话，雨中的偶遇。那天，小夏换了白色工作服，她值早班，外面下着小雨。网吧门口的便利店亮着灯，小夏一边撑伞，一边走过去买咖啡。门口一阵风吹过，她的伞被掀起一边。哎，她急忙压住伞。这时，一个黑影靠近，伞反过来了。阿成弯腰帮他转了转伞骨。小夏抬头：“你怎么在这儿？”阿成有点尴尬。早上来打印点资料。他的袖口还是湿的。两人一前一后进了便利店，空气里都是咖啡香。小夏去拿饮料，阿成站在打印机旁。打印机咔嗒卡住，阿成低声嘀咕：“又卡纸。”他伸手去拉，结果啪，纸飞了出来，几张纸飘到小夏脚边。他低头捡起，上面写着几句面试拟记：不要说太多，微笑，回答前先呼吸。阿成看到他手里的纸，连忙伸手去拿。啊，不好意思。他的语气有点急。小夏递过去，轻轻笑。挺认真啊。阿成接过纸，低声回答：第一次面试。他说完，又低头装资料，语气平淡，却手指有点抖。小夏看着那一幕，心里忽然软了一下。外面的雨渐渐停了，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店门，地面反着灯光，空气里有股淡淡的咖啡香。小夏心里想，原来他也会紧张啊。而阿成边走边低头，心里默念着。他笑的时候眼睛弯的。那天之后，他第一次比平常更早去了网吧。第11话，面试那天，早上阳光很好，小夏刚上班，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打开顾客登记表。7号机空着，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没来。阿成那天在地铁上，穿着那件浅灰色衬衫，手心都是汗。他默默在手机备忘录里看那几句：不要说太多，微笑，回答前先呼吸。到了公司楼下，他抬头望着玻璃门，喉咙有点紧。加油，他在心里说。下午5点，小夏在换班，门口的风铃响起，他出现了。他看上去有点累，手里还拿着面试资料。他走到7号机坐下，打开电脑，只是发呆。小夏走过去收垃圾，瞥见他桌上的笔记本，第1页写着：面试完，别忘了笑。他假装没看到，回到柜台。过了一会儿，他放下一罐饮料，便签上写着：别慌，会好的，笑脸儿。阿成抬头看到那罐饮料，他没说什么，嘴角却轻轻弯了一下。那天晚上，他打开电脑，输入账号时，心里默念：他笑的时候，我不紧张了。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那一刻，他好像真的轻松了。第
12话，等待的那一天。那天的天空有点灰，网吧的灯比平时更亮。阿成一早就来了，他坐在7号机，打开电脑，邮箱页面一直没关，屏幕右下角闪着红点，他没点开，只是盯着屏幕，手里那罐饮料已经不冒气了。小夏从远处看着，他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像平时，没玩游戏，只是发呆。他在等结果吧？小夏心里想着，慢慢地走到柜台后面。中午的时候，他去取了泡面，水刚倒进去，电话响了。他立刻接起：“您好，我是人事部。”小夏听见那一瞬，手里的抹布停住了。阿成背着他，声音很轻：“好，我知道了，谢谢。”电话挂断，他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把手机放下，盯着那碗泡面。小夏没走过去，他只是远远地看着。那一刻，他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傍晚，他收拾东西要走，门口的雨又下了。小夏突然叫住他：“等一下！”他走到储物柜，拿出一把伞。“上次你不是忘了伞吗？这把旧的，借你。”阿成愣了一下，接过伞：“谢谢。”他说完，轻轻点头。走到门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7号机的位置。也许下次就不是我坐了吧？他在心里这样想，撑开伞，走进雨里。小夏看着那把伞，半透明的伞面上，灯光映出淡淡的影子。那一刻，他忽然希望，明天还能看到那个人的影子。第13章，雨后的早晨。第二天早上，阳光重新洒进了窗内，空气里还透着一丝潮气。小夏一边擦桌子，一边时不时看向门口。门口静悄悄的，他心里轻轻叹了口气。果然，今天不会来了吧？他低头整理零钱盒。就在这时，门口的风铃叮地响了，那个熟悉的黑色身影出现了。阿成走了进来，他手里正拿着那把伞。伞，还给你。小夏愣了一下。哦，他点点头，伸手接过伞。伞面已经干透了，他下意识摸了摸伞骨。擦着紧干净啊。阿成没说话，只是耳根有些泛红。他坐回7号机，开机，熟悉的键盘敲击声重新响起。小夏回到柜台，假装很忙，但眼角的余光却时不时飘过去。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啪的一声，阿成的电脑屏幕黑了。这台机子又罢工了。小夏走过去拍了拍显示器，没反应。你这电脑跟你一样。怎么？都不太说话，还老是死机。阿成愣了一下，嘴角轻轻动了动。那他可能也是因为紧张。小夏怔了2秒，扑哧一笑。呵呵，那你修好它吧。我尽量。两人都笑了，空气变得轻快了一些，灯光下的7号机好像也重新亮了起来。第14章，好消息。那天的阳光格外晃眼，小夏正在整理饮料柜，门口的风铃叮地轻响了一声，他抬起头，是他。阿成依旧穿着那件灰色外套，
但与往常不同的是，他的脚步似乎比平时轻快了一些。他坐到7号机，按下开机键。但这一次，他没有直接登录游戏，而是先打开了邮箱。几秒后，屏幕刷新了一下，他盯着屏幕上的邮件看了许久，嘴角慢慢上扬，勾起一抹弧度。那一刻，他没有说话，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重担。小夏注意到了，他手里擦着台面，却目光悄悄飘向他。他眼底的光比平时更亮。是结果出来了吧？小夏想，嘴角也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笑意。过了一会儿，阿成走到柜台前，麻烦帮我打印一下这个，行吗？他把 U 盘递了过去，小夏接过，插进电脑。屏幕上跳出一个房名：录用通知书。他微微一怔，但很快恢复了常态。要几份？2份。打印机发出嗡嗡的运作声，纸张带着余温一张张吐出。小夏取出打印好的纸，递给他。恭喜呀！阿成接过，低声说道：谢谢。他似乎想说什么，却欲言欲止，只是抬头深深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闪烁着某种微光。小夏嘴角微动，快回去庆祝一下吧。不用，我在这儿庆祝就行。小夏一愣，他已经转身坐回了7号机，点开游戏，脸上满是笑意。屏幕的荧光映在他脸上，那笑容安静又温暖。小夏看着那张熟悉的侧脸，心里轻轻地想，真好啊。第15章，最后的夜班。深夜1点，网吧的灯光显得格外明亮。小夏坐在柜台后，翻着登记本。7号机空着，他的目光已经不由自主地飘向那里3次了。明天他就要去上班了吧？他心里正想着，门口的风铃忽然响了。阿成走了进来，他没穿外套，发梢有些凌乱，额头上带着一层薄汗，像是一路跑来的。这么晚？小夏问。阿成点点头，径直坐回了7号机，动作比平时迟缓了一些。电脑开机，屏幕亮起，但他没有动鼠标，只是静静看着桌面背景，仿佛在发呆。小夏悄悄走过去，装作检查键盘。明天是第1天上班吧？阿成慢慢点头。小夏，紧张吗？有一点儿。他说得很淡，指尖却在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桌面。小夏站在那，搜藏寡读，想找点话说，却一句也想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阿成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张卡，网吧的充值会员卡，余额7元5毛。这个给你。小夏一愣，怎么突然给我这个？阿成有些局促地挠了挠后颈，我以后可能不会常来了。小夏的手指微微僵住，心弦像是被什么轻轻拨动了一下。他接过那张卡，
犹豫了一下，说：“你自己留着吧，反正你还会回来的。”阿成愣住，眼睛微微睁大，像是被说中了心事。他低下头，把卡又塞回他手里。那就先放在你这儿吧。空气安静到了极点，连桌面小风扇的转动声都听得一清二楚。小夏把卡放进抽屉最深处，轻声说：“明天加油。”阿成点点头：“嗯。”那一夜，两个人都在忙着各自的事，心思却都系在对方身上。7号机的指示灯明明灭灭，仿佛也在做着无声的告别。第16讲，下班后的方向。第一天上班，办公室的空气比他想象的还要安静。阿成坐得笔直，紧张得不敢动。开会、记录、整理，一整天像在跑马拉松。到晚上7点，他站在公司楼下，手里拿着刚发的工作证。本来想直接回家，脚却不由自主往另一个方向走。网吧的风铃在他推开门时响起，灯光柔和，空气里有熟悉的键盘声。小夏正在柜台对账，听到风铃响的那一刻，他下意识抬头，看见是他，动作明显顿了一下。这么快就下班啦？语气很自然，耳尖却悄悄红了。阿成点头，累。他说得很简单，声音里却有种沉沉的疲惫。小夏看着他这副样子，轻轻笑了。7号机吗？阿成点头，他转身去开机，但电脑突然嘣的一声黑屏。小夏滴滴滴滴，阿成滴滴滴滴，两人对视1秒。小夏忍住笑，他是不是也累了？阿成低头，嘴角却明显弯起来，可能跟我一样。小夏失笑，转身重新开了隔壁的电脑。那今天做8号机。阿成坐下，动作慢慢放松下来。小夏回到柜台，心里默默想，果然还是会来呀。阿成登录账号，盯着屏幕发呆了几秒。下班后脚走的方向好像不是家。他轻轻笑了，屏幕的光照着他，那笑容很轻，很暖。第17章，第一份心意。月末的风有点凉，阿成早早下班，手心里攥着一张工资单。第一份工资，他看着那串数字，沉默地笑了笑。应该买点什么吧？他说的是对自己。走到便利店门口时，他犹豫了半天，最终只买了1包暖暖贴和1瓶不太贵的维生素饮料。这样应该不奇怪吧？他皱着眉想了想。夜深时，他去了网吧。小夏在柜台整理耳机，见到他时，他愣了一下。今天怎么又来了？语气是随口的，眼神却明显松了一点。阿成只是点点头，路过。实际上，他特意绕路来的。他走向7号机，却没坐下，而是把便利店的袋子悄悄放在键盘旁，然后往后退一步，
装作检查电线。小夏走过来时，看见那袋东西，眉头微微皱起。这是什么？阿成咳了一声。别人落下的。别人？哪位别人？阿成语塞。就别人。小夏打开袋子，看到暖暖贴和维生素，愣了2秒，然后轻轻笑了。这个别人还挺细心的嘛。阿成耳朵立刻红了。可能怕冷。小夏看着他，心里轻轻一暖。这个人真笨，又真好。他没拆穿他，只是轻声说，替那个别人说一句谢谢。阿成低头。那晚他坐在7号机旁，游戏没打开，只是在发呆。而小夏时不时看见那袋东西，那不算礼物，却暖得刚刚好。第18话，被记住的温度。第2天清晨，朝阳刚刚升起，小夏背着包走在上班的路上，晨风拂过脸颊，带着一丝凛冽的寒意。到了网吧，他换上工作服，拉开了柜台的抽屉，昨晚放进去的那个袋子还静静地躺在那。小夏拿起那片暖宝宝，只禁犹豫了一下。这个人，他微微蹙眉，却还是撕开了包装，贴在掌心。温热的感觉慢慢渗入，很舒服。忙到中午时分，他端着泡面走向休息区，不小心碰掉了筷子。弯腰去捡的时候，视线落在了自己的掌心。暖宝宝透着微弱的光。他愣了1秒，不知为何，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那个人安静地坐在7号机的模样，戴着耳机，肩膀微微塌着，像一只温顺却又小心翼翼的大型犬。小夏，简家莫名有些发烫，他赶紧甩了甩脑袋。想他干嘛？他小声嘟囔着。下午有个学生来机房做作业，电脑突然死机了。学生慌张地喊道：“姐姐，它不动了！”小夏走过去，二话不说，啪，熟练地拍了一下主机箱，电脑屏幕立刻亮了起来。学生：“哇，姐姐好厉害！”小夏宛然一笑，眼神却飘向了远处。我认识个怪人，他也总这么干。话一出口，他自己都愣住了。怎么又提他？他懊恼地小声嘀咕。傍晚下班时，他把暖宝宝重新塞进口袋，轻轻按了按。虽然余温已经散去，心底却仿佛还留着某种恒久的温度。走出门口时，他的脚步顿了一下。今天他会来吗？随即摇摇头，才管他呢。转身大步离开，但那抹温热似乎透过掌心一路蔓延到了心里。第19话，3天没见。已经3天了，小夏依然每天都在网吧忙碌着，但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目光飘向7号机。第1天没来时，可能在加班吧。第2天没来时，今天不是休息日吗？第3天没来时，
小夏自己也愣了住。我怎么老往那儿看？他皱着眉，有些烦躁地用指关节敲了敲柜台。关我什么事？然而下一秒，视线又不听使唤地飘到了那个空位上。同时，阿成正坐在欧本室里盯着手里的报告，盯了半天，却一个字都没看进去。午休时，他手撑着额头，脑海里莫名闪过一个念头：昨天他几点下班的？随即一愣，我怎么在想这个？他眉头紧锁，把报告往前一推，但心思无论如何都无法重新聚焦在工作上。晚上下班后，阿成走出了地铁站，理智告诉他应该往左拐回家，可双脚却像中了邪一样往右偏。那条路的尽头是网吧的方向。我只是路过，嘴上这么自我催眠，却脚步越来越快。绕过路灯柱时，他忽然停下了脚步。前面不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提着垃圾袋从后门走出来。是小夏。他低着头，一边走一边无聊地踢着路边的小石子，显得有些心烦意乱。怎么还不来？他极小声地嘀咕了一句，声音轻得像叹息。虽然隔得远听不清，但看着那个身影，阿成的心窍忽然漏了一拍。他想开口叫他，喉咙却像被堵住的一样。就在他犹豫的瞬间，小夏似有所感地抬起头，两人的视线在昏黄的路灯下猝不及防地撞上了。小夏愣住了。哎，你……他试图假装镇定，但提着垃圾袋的手指却骤然收紧。你怎么在这儿？阿成僵在原地，耳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低声挤出2个字：路过。小夏。他抿了抿嘴，忍住笑意。每天都这么巧，正好路过我们这儿。阿成，呵，他此刻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就在两人对视的那几秒沉默里，小夏突然意识到，这3天的空缺，原来不只是他在意。路灯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空气安静的连风吹树叶的声音都清晰可闻。谁都没在说话，但2颗心的跳动频率却在这一刻仿佛悄悄重合在了一起。第20章，一起走的那段路。微凉的晚风拂过，小夏拎着垃圾袋站在路灯下，阿成就站在离他3步远的地方。谁也没说话，只有彼此的影子在地面上交错。终于，小夏打破了沉默。你真的每天都只是路过？阿成的耳根瞬间红透。刚好顺路。小夏挑眉看着他。你家在东边吧？阿成心里哀嚎，东边完全是反方向啊。小夏没再追问，提着垃圾袋往前走。走了几步，发现身后的人还在原地没动。他回过头，愣着干嘛？过来呀！语气听起来很自然，但藏在发丝后的耳尖却悄悄红了。阿成僵硬地走了2步，目光落在他手里沉甸甸的垃圾袋上，心里正在天人交战。
我是不是该帮忙？现在伸手会不会太突然？会不会吓到他？要不要装作若无其事？结果还没等他纠结完，小夏直接把垃圾袋塞进了他怀里。既然顺路，那就帮忙拿一下，我去开垃圾房的门。阿成，怀里猛地一沉，心跳却随之漏了一拍。他主动让我帮忙。他乖乖抱紧了垃圾袋，走路姿势僵硬得像个刚出厂的机器人。两人走到垃圾房旁，小夏打开盖子，扔吧。阿成就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像是要完成什么重大任务一样用力一抛。但用力过猛，砰！垃圾袋狠狠撞在桶边缘，然后啪的一声掉在了外面。小夏、阿成两人对着地上的垃圾袋无语对视了3秒，然后小夏终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弯了腰。嘿嘿，你怎么连扔个垃圾都能出意外呀？阿成的脸红得快要滴血，但看着他的笑脸，嘴角也抑制不住的上扬。失误。两人并肩往回走，步子放得很慢，晚风吹得轻柔惬意。虽然谁都没有说话，但空气中莫名流淌着一种温柔的气氛。走到网吧门口时，小夏停下脚步，背对着他轻声说了一句：“以后别让我等那么久。”话音刚落，他就像受惊的小鹿一样，转身跑进了店里，根本不等他回答。阿成独自站在门口，心跳得比刚才任何时候都要快。他低头看着刚才提过垃圾袋的手，有些不敢置信地想：他是在等我吗？那一刻，连街上微凉的风似乎都变得温暖了起来。第21章，悄悄的改变。自从那天一起走回网吧后，空气里多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那种明目张胆的暧昧，却也不再是普通的店员与熟客。这几天，阿成下班后还是会打着顺路的旗号过来，但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早，从最开始的晚上8点变成了7点半，最后稳定在了7点，好像某种无形的引力正在悄悄缩短这段距离。这一晚，小夏像往常一样整理饮料冰柜，当他拉开玻璃门时，动作突然停住了。冰柜最显眼的那一层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他平时最爱喝的那款柠檬气泡水，商标甚至都统一朝向外面。平时店里存货根本没这么多，也不会摆得这么齐。小夏皱眉看向收银台，这谁补的货？强迫症吗？旁边的同事探出头，笑嘻嘻地说：“就在你去后面换衣服的时候，那个常来的帅哥帮你摆的。”小夏，他的耳根瞬间红透了，原本想吐槽的话堵在嘴边，嘴角却忍不住疯狂上扬。他闲得慌啊。同事意味深长地笑了，人家那是细心好吧。小夏假装不耐烦地摆摆手，谁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但当冰柜门重新关上了那一刻，印在玻璃上的那张脸笑意怎么都藏不住。与此同时，阿成正坐在7后机前，手机片幕上显示着搜索界面：如何自然地帮女生做事不被拒绝。搜索结果第1条：做好事不留名，让他自己发现。阿成，他悄悄抬头瞄向柜台。小夏刚关上冰柜门，虽然看不清表情，但那动作似乎比平时轻快了许多。阿成的耳朵慢慢烧了起来。他发现了吗？他立刻心虚地低下头，假装玩手机，但心里那针紧绷的弦莫名松了下来。看来没生气。
夜里快打烊的时候，小夏收拾完桌子，突然觉得有些可口。她随手打开冰柜，拿了一瓶那层摆放整齐的柠檬气泡水，滋，拧开瓶盖，喝了一口，微酸的气泡在舌尖炸开，清凉透顶，却在味蕾深处慢慢化开了一个名字：阿成。他迅速晃了晃脑袋，把那个名字甩出去。烦死了，连水都变味了。打烊后，小夏锁门时意识到往街角看了一眼，昏黄的街灯下，阿成正慢慢走远。他的步子迈得很慢，背影看上去并不孤单，反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声音追上去。小夏没有叫住他，只是站在原地轻轻笑了。真是个笨蛋。但这句笨蛋散在夜风里比月色更温柔。第22章，默契的开始。那天晚上客人不多，小夏在整理7号机旁的椅子，刚试着坐下去，只听嘎吱一声怪响，椅子猛地一沉，差点散架。他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皱着眉小声嘀咕：怎么又坏了？真是麻烦死了。他四下张望了一圈，附近并没有其他空闲的椅子，正准备喊同事帮忙搬一张过来，一只修长的手突然从旁边伸出来，稳稳地按住了摇摇欲坠的椅背。小夏一抬头，是阿成，他就那样安静地站在他身侧，呼吸平稳，像是早就准备好要在这一刻出现一样。坏了？他问得很平静，手上的动作却利落得惊人，熟练地把椅子翻倒，准确找到那颗松脱的螺丝，然后像变魔术一样从口袋里摸出一把迷你螺丝刀。小夏瞪大了眼睛：你随身带这种东西？阿晨动作没停，低头说道：习惯。其实是为了谁养成的习惯，他没说，也打算烂在肚子里。不到3分钟，椅子修好了。小夏坐上去试了试，稳如泰山。他轻声感叹：技术不错嘛。阿晨抬头看了他一眼，虽然没说话，但耳根却悄悄红了一片。晚上10点多，小夏去后门扔废弃的纸箱，刚走出去没几秒，身后传来咔嗒一声脆响，门自动落锁了。小夏6个点儿。他无语地扶住额头，不是吧，这么倒霉？手机落在柜台上了，他只能用力拍门。喂，有人吗？开开门！隔音太好，里面没人听到，但在门外仅仅过了几秒，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靠近了，紧接着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心，往后退一点。是阿晨，他来了。就像他一直都在门外守着一样。阿晨检查了2下门锁，低声安吐道：别怕，交给我。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一根细铁丝，伸进门缝里，轻轻一挑，咔嗒，门开了。小夏看着他，那一瞬间有点想笑，又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安心。你怎么？阿晨收起铁丝，有些不自在地挠挠头，出来透透气。明明10分钟前才刚坐下开机。小夏6个点儿，看破不说破。2人一前一后回到店里，谁都没有说话，脚步声却出奇的一致，默契地踩在同一个节奏上，仿佛已经习惯了彼此这般无声的陪伴。那晚，小夏在柜台前发呆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今天我好像笑了特别多次，而这一切的理由都指向了同一个名字。第23章，初雪。下午开始飘起了细碎的雪花，雪势虽然不大，却让空气骤然变冷。小夏站在网吧门口，望着窗外灰白的天空。他对着手心哈了一口白气，好冷啊！紧接着，他下意识地按了按外套口袋，那里空空如也。他突然想起那天他给的暖宝宝，虽然东西早已不在了，
但他却轻轻笑了。到了傍晚，雪越下越大，店里的客人稀稀拉拉。小夏正在擦桌子，身后忽然传来风铃的轻响。他回过头，是阿晨。他站在门口，肩头落满了一层薄薄的积雪。你来了。话一出口，小夏就觉得多余。他轻咳了一下，掩饰尴尬。我是说，雪下这么大。阿晨站在门口，跺了跺脚，抖落肩上的雪花。路过。小夏，他挑了挑眉。这种天气你也路过？阿晨没反驳，只是慢慢走了进来，脚步很安静，身上还带着室外凛冽的寒气。小夏看了他一眼，突然转身快步走到柜台，从保温柜里拿出一个东西。他走到阿晨面前，伸出手。阿晨低头，是一杯冒着热气的红豆牛奶。小夏别过头，不看他。店里搞活动送的，没人喝。阿晨伸手接过时，指尖不经意触碰到了他的手指，虽然只有1秒，那触感却像电流一样，瞬间暖透了整个冬夜。两人坐在窗边的位置，谁都没说话。窗外的雪无声地落下，阿晨捧着牛奶慢慢喝着。小夏假装看手机，余光却一直停留在他的侧脸上。雪越下越大，玻璃窗上凝结了一层白雾。小夏伸出手指，在雾气上画了一道小小的弯，像是一抹微笑。阿晨看着那道痕迹，嘴角也轻轻勾起，露出了同样的弧度。那天的雪下了一整夜，而在窗边的2个人，虽然彼此没有靠得太近，心却仿佛在同一场大雪中找到了最温暖的依靠。第24章，在不经意的角落里。雪后的次日清晨，空气里还残留着昨夜雪后的清冷。上班路上，阿成站在地铁口，低头看着脚下尚未融化的积雪，脑海中忽然浮现出昨晚的小夏，那个靠窗的座位，那杯热气腾腾的红豆牛奶，还有他指尖在雾气玻璃上画下的那道弧线。他不自觉地弯起了嘴角，那个弧度真像是在笑啊。办公室里忙得热火朝天，阿成坐在电脑前，手指敲击着键盘，思绪却偶尔会不受控制地飘远。同事递来一份文件，阿成，下午能不能加个班？阿成接过文件，心里突然冒出一个让他自己都惊讶的念头，那我今天岂不是去不了网吧了？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后，他捏了捏眉心，有些无奈又好笑地想，啊，原来不知不觉间，那里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了。同时间，小夏正在网吧里忙着更换垃圾袋，走到其中一张桌子旁时，发现上面遗落着一条黑色的围巾。他拿起来看了看，质地柔软，不像是粗心的客人随手乱扔的东西。他皱眉思索了2秒，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画面。昨晚阿成站在门口抖落肩头积雪时，脖子上围着了，好像就是这条吧。他愣了一下，随即像是藏什么宝贝似的，迅速把围巾塞进了柜台下面的抽屉里。等他自己来问吧。他假装若无其事地继续干活，但藏在发丝后的耳尖却悄悄红了。傍晚5点，雪彻底停了。小夏站在门口透气时，手机响了，是闺蜜打来的。喂，下班没？聊了几句家常后，闺蜜突然问道：哎，你今天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轻快？有什么好事儿？小夏怔住，她下意识地抿了抿嘴唇，哪有啊？但心跳却因为这句话漏了一拍。我表现得有那么明显吗？晚上9点左右，网吧的门再次被推开，风铃响起。
小夏条件反射般地抬起头，是阿成。他看起来风尘仆仆，神色有些疲惫，但当他在人群中搜寻到他的身影时，紧绷的肩膀明显放松了下来，就像是终于找到了归宿的旅人。小夏假装随口问道：“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阿成看着他，声音有些沙哑，却很认真。总觉得如果不来，今天就像没过完了一样。小夏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努力维持着表面的淡定。哦，那鸡字随便选。只有那红得滴血的耳尖彻底出卖了他此刻的心情。阿成经过柜台时，小夏的手指碰到了抽屉里的围巾，犹豫了2秒，最终还是没有拿出来。他在心里轻轻对自己说：“再等等，等你自己来找我。”那晚的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雪后寒香，还迷混着一种说不出来却甜到心底的心动。第25章，误会的夜晚。这天晚上，网吧突然变得格外喧闹，好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在大声联机打游戏，还有个客人因为换机子的问题，正对着服务员发脾气。阿成像往常一样坐在7号机，看似在盯着屏幕，余光却一直紧紧锁在柜台里的小夏身上。他忙得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眉宇间透着掩饰不住的疲惫和烦躁。就在这时，角落里的2个客人突然发生了争执，声音越来越大，甚至盖过了游戏的音效。你别碰我东西，听见没有？谁碰你了？你有病吧？周围的人纷纷侧目，小夏皱着眉快步走过去：“先生，麻烦2位冷静一下，不要在这里吵。”然而他话音刚落，其中一个客人情绪失控，猛地一把推开椅子站了起来，那把椅子失去平衡，直直地朝小夏撞去。小夏根本来不及反应，下意识地闭上了眼。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修长有力的手稳稳地抓住了他的手腕，紧接着一个身影挡在了他面前。是阿成，他像一座沉默的山，挡住了那把失控的椅子。他盯着那2个闹事的客人，声音低沉，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注意点，这里是公共场合。那2个客人被这个突然起来的气场给镇住了，周围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小夏惊魂不定地抬起头，正对上阿成低头看过来的目光，那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满满的担忧，像是在无声地询问有没有受伤。但也就在此刻，小夏像是被烫到了一样，猛地抽回了自己的手。他后退一步，眉头紧锁，声音有些尖锐：“谁让你过来的？这是我的工作，万一你受伤了怎么办？”阿成愣住了，身在半空中的手僵在那里。他明明只是想保护他，却没想到会换来这样的指责。他垂下眼帘，那双原本明亮的眼睛瞬间暗淡下去，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我只是……他想解释，但小夏已经转身快步走向了另一边。没人看到他转身的那一刻，脸涨得通红，眼里满是懊恼和慌乱。我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要那么凶？但此刻的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头去面对他。那晚，阿成离开得很早，雪后的街道依旧寒冷刺骨，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虚浮无力，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闷得发慌。他是不是觉得我多管闲事了？还是我不小心越过了那条界限？他想不通，只觉得冬夜的风比来时更冷了。而此时网吧里的小夏正躲在休息室的角落里，后悔地想撞墙。人家明明是为了帮我才冲过来的，我怎么能对他发火呢？我是疯了吗？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把脸埋进手里面。明天我该怎么面对他呀？
我的心乱成了一团解不开的毛线球。但此时的两个人并不知道，这场看似糟糕的误会并不会让他们疏远，反而会变成打破那层若离若即的薄纸，让他们靠得更近的契机。第26章，想道歉却开不了口。第二天傍晚，小夏提早到了网吧，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昨天我是不是话说得太重了？他想道歉，可一想到他当时那副受伤的神情，胸口就觉得发紧。晚上7点，网吧的门被推开，小夏下意识地抬起头，是他。他走进来时，脚步明显顿了一下，像是还在犹豫该不该来。两人的视线撞在了一起，小夏张了张嘴，话还没出口，喉咙突然一阵发痒，他忍不住轻咳了2声，喉咙像被砂纸磨过一样干痛。阿成愣住了，他似乎想说什么，却最终只是低下头，默默走向了7号机。两人都没再说话，空气里塞满了那些未说出口的字句。接下来的1小时，小夏完全不在状态，结账错出了，拿饮料也拿错了。同事忍不住问：“你怎么回事？脸红红的。”小夏低着头：“我只是有点累。”其实喉咙的肿痛感越来越强烈了。阿成虽然没有回头，但余光一直留意着柜台的方向。他看见他揉了揉额头，又看见他按了按脖子。感冒啦？他心里一紧，却因为昨晚的事儿不敢直接过去问。晚上10点左右，小夏去整理饮料柜，刚打开冰柜门，一股冷气直扑脸上。他被冷得皱起眉头，好冷，喉咙更疼了。他忍不住捂住嘴，剧烈地咳嗽起来。就在这时，一道影子挡住了冰柜刺眼的灯光。小夏抬起头，是阿成。他站在他面前，一句废话也没有，只是伸出手把冰柜门轻轻合上了，动作轻缓而沉稳，像是怕惊扰到他。空气突然安静的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小夏愣了3秒。你干嘛关门？他的声音已经有些沙哑。阿成看着他，眼神里带着平静却克制的担忧。你感冒了？他的声音很轻，透着一丝小心翼翼。小夏眨了眨眼，心像被羽毛轻轻扫过。你怎么知道？阿成垂下眼帘。我听见你咳了好几次，而且脸也很红。小夏一瞬间说不出话来。他突然觉得昨天他被误解时那副沉默又委屈的模样，此刻回想起来，竟让他的心隐隐作痛。他轻轻吸了一口气，低声说：“昨天的事儿。”阿成抬起头，小夏咬了咬嘴唇，鼓起勇气：“昨天是我语气太重了，你别放在心上。”阿成愣住了，紧绷了一整晚的神经仿佛在这一刻彻底放松下来。他轻轻点了点头。只有1个字，却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来得真实。那一刻，昨天的误会仿佛融化在空气中的残雪，留下的是一点点回温的暖意。第27章，快要倒下的夜里。小夏的感冒非但没好，反而到了晚上愈发严重，喉咙像被火烧着一样疼，脑袋也沉甸甸的。夜里11点，网吧的客人渐渐稀少。小夏想早点收工，手脚却像灌了铅一样越来越慢。刚把饮料补进冰柜，一阵强烈的眩晕感突然袭来。他下意识伸手去撑，却撑了个空。头好晕。他晃了晃脑袋，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视野却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倒下去的瞬间，一只手从身后稳稳地扶住了他的肩膀，力道沉稳，就像早就预判到了一样。小夏迟钝地回过头，是阿成。他靠得很近，眼底写满了克制的担忧。你发烧了？小夏想摆手推脱，没事儿，我还能。话还没说完，身形又是一晃。
阿成眼疾手快地拖住他的手臂，将他稳稳扶住。别逞强。他的声音压得很低，语气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小夏被半扶半号着坐到了椅子上，阿成站在他面前，定定地看了他几秒。我送你回去。小夏下意识想拒绝，不用麻烦，但他的声音轻若蚊蝇，眼神也已经涣散。阿成看在眼里，只是低声说了一句：我不放心。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小夏怔住了，耳尖悄悄爬上一抹绯红。这次他就没有再拒绝，只是乖顺地轻轻点了点头。阿成脱下自己的外套，轻轻披在他的肩头，动作极慢极轻，仿佛在触碰什么世事珍宝。小夏怔怔地看着他，低声说道：谢谢。这是相识以来他第一次褪去所有的防备，如此真诚地对他说谢谢。阿成的喉结下上滚动了一下，似乎在强行压抑着某种翻涌的情绪。最后他只说：走吧，然后半是搀扶半是护卫地陪着他走出了网吧。外面的风很大，他却始终走在风口的那一侧，用身体替他挡去了大半寒意。这一夜，小夏虽然深陷好烧的混沌，心却第一次因为某个人变得前所未有的安稳。第28章，在回家的路上。夜里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阿成半搀半扶着小夏，沿着昏黄的街道慢慢往前走。他的步伐迈得很稳，每一步的幅度都很小，完全是在迁就他此刻虚弱的步调。对不起，他的声音低若游丝，仿佛怕惊扰了夜风。阿成侧过头，借着路灯看了他一眼。道什么歉？我又没生气。我只是……他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昨天那种情况把你吓到了吧？小夏怔住了，他没有说那是因为自己当时的慌乱无措，也没有解释自己其实更在意的是他当时的那个受伤的眼神。最后他只是把脸埋得更低，轻轻点了点头。走了大概半条街，阿成突然停下了脚步。小夏有些茫然地抬起头。怎么了？阿成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弯下腰，沁手替他拉起了外套的兜帽，把那恼人的寒风严严实实地挡在了外面。动作很轻很细微，却像一片羽毛，悄悄落进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小夏张在那里，脸颊没来由的一阵发烫。他轻声嘟囔：你这样会让我更不好意思的。阿成愣了一秒，随后低低地笑了一声：那我走慢点，让你适应一下。这句话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却成了这个寒夜里最温暖的一簇火光。到了小夏家楼下，他的脚步还有些虚浮，阿成陪他在原单门口站了一会儿。上去吧，好好休息。他顿了顿，又像是想起了什么，补了一句：别再逞强了。小夏轻轻点头，就在转一身准备上楼的瞬间，他突然停住了，像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轻声问道：那个，你明天还会来吗？阿成明显怔了一下，似乎完全没料到他会问出这样的话。他垂眸思索了片刻，再抬眼时目光里满是认真。只要你在，我就来。小夏怔怔地看着他，心跳在这一刻仿佛漏了一拍。他没有再说话，只是轻轻点了头，然后转身快步跑上了楼。回到家关上门，他靠在门杆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跳快得像是要蹦出胸膛。这个人到底是……那是他没能说完的半句话，但滚烫的结痂已经替他给出了答案。第二天早上，阿成刚到公司工位坐下，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实幕上跳出一个陌生却又无比期待的号码。他划开屏幕，是小夏发来的短信，只有简简单单的一行字：昨晚谢谢你。
就这么一句话，阿成却盯着屏幕足足看了10秒，然后唇角不致控制地轻轻上扬。那一刻，仿佛整个阴霾的冬日都被点亮了。第29章，不小心被看见的那一面。小夏的感冒虽然好了一些，但嗓子还是有些沙哑。他比平时早到了10分钟，一边整理柜台，目光却总是不自觉地飘向那扇玻璃门。我在期待什么？他用力摇了摇头，试图把那个念头甩出去，但下一秒，视线又不听使唤地回到了门口，连自己都骗不了自己。与此同时，阿成在公司忙得脚不沾地，早上连轴转地开会，中午又被抓去改方案。为了赶进度，他连午饭都顾不上吃。等回过头来，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杜志早就抗议过好几轮，他只能趁空隙跑去便利店买了2个饭团，还没得及吃2口，又被叫回了办公室。下午3点，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来自网吧的短信：尊敬的会员，今晚有充值优惠活动，期待您的光临。显然是系统自动群发的，但阿长却盯着那条冷冰冰的短信，足足看了5遍，仿佛透过那行字能看到那个在柜台后忙碌的身影。他轻轻笑了，去。他在心里默念了1个字，没有丝毫犹豫。晚上8点左右，网吧的风铃响了，小夏反射般地抬起头，是他。他原本想装作的若其无事地打个招呼，心脏却不受控制的咚的一声漏跳了一拍。阿成走到柜台前，刚张开嘴准备说来了，就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一阵极其响亮且尴尬的咕噜噜声从他的腹部传了出来，声音大得离谱，整个收银台区域瞬间陷入了紫意般的寂静。小夏愣了2秒，随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不是嘲笑，而是那种被某种反差萌戳中完全忍不住的笑意。阿成整个人僵在原地，红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耳根蔓延到了脖子，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只能慌乱地低头。中午太忙没顾上吃。小夏努力想要收住笑，但漾起的嘴角怎么都压不下去。我听出来了。他的笑声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宠溺，却让阿成的心跳彻底乱了节奏。小夏转身，从柜台下面的保温柜里拿出一个还温热的面包，给。阿成愣住，啊？又是同事买多的，我吃不下。他说的云淡风轻，但泛红的耳尖却出卖了他。拿着吧，不然等会儿又要咕噜叫了，多丢人。阿成想说不用，但那2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最终他伸出双手，郑重地接过那个面包。谢谢。手心里的温度仿佛顺着血液一路烫到了心里。那晚，阿成坐在7号机前，并没有急着开机，而是盯着那块面包发呆。从小到大，他不是没被人照顾过，但像这样安静不邀功，甚至还要找个绝表的借口的关心，他是第一次遇到。他撕开包装，低头有了一口，甜味在舌尖化开。他轻轻地笑了，那是属于一个正在不知不觉中陷得更深的人才会露出的微笑。第30章，第一次奇怪的情绪。周末的晚上，网吧比平时更加喧闹，到处都是键盘敲击声和喊麦声。小夏在柜台里忙得脚不沾地，阿成像往常一样坐在7号机，屏幕上虽然闪烁着游戏画面，但他的目光却像被磁铁吸引一样，总是不自觉地飘向柜台的方向。这时，一个打扮时髦的男客人走到了柜台前，他看起来有点轻浮，属于那种自来熟的类型。他把会员卡往桌上一拍，笑着对小夏说：“妹子，你今天声音挺甜的嘛。”小夏正在低头找零钱，闻言愣了一下。男客人身子前倾，靠得更近了一些。听起来有点哑，感冒了，要不哥哥给你买杯热饮。
语气里盖着一股让人不舒服的油腻感。小夏皱起眉头，不动色地往后退了一步。不用，谢谢，我自己有水。男客人却并没有要走的意思，继续嬉皮笑脸。别这么冷淡嘛，那等你下班，我送你回去怎么样？我的车就在外面。小夏的脸彻底冷了下来。先生，请您自重，后面还有客人在排队。语气已经结了冰。不远处的7号机，阿成的手指悬在键盘上，已经很久没有敲下去了。他看着那个男人的背影，看着他对小夏纠缠不休的样子，心里突然涌上一股从未有过的烦躁，像有一根刺扎在胸口，拔不出来，咽不下去。这种情绪来得莫名其妙，却来势汹汹，不是生气，也不是单纯的看不惯，就是极其非常特别的不爽。那个男人还在不知死活的纠缠。别拒绝嘛，给个面子，我很温柔的。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小夏刚要发作，一道黑影突然笼罩了过来，紧接着是一个低沉、冰冷、带着一丝压抑怒气的声音：没听见吗？他说不用。小夏一惊，那个男客人也被吓了一跳，两人同时回过头，是阿成。他站在那个男人身后，比对方高出了半个头，眼神冷得想把人冻住。男客人眯起眼睛，有些恼羞成怒：你谁呀？多管闲事。阿成没有丝毫退让，目光直直地盯着对方，一字一顿地说：路人。但他说不用，你听不懂人话吗？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那个男客人被阿成的气场震慑住了，怔了2秒，悻悻地收回会员卡，嘟囔了一句：神经病，真没劲儿。然后灰溜溜地走了。危机解除，小夏还没从刚才的紧张气氛中缓过神来，阿成已经转身准备回座位了，背影看起来依然有些僵硬。小夏忍不住叫住他：喂！阿成停下脚步，回头看他。小夏咬了咬嘴唇，盯着他的眼睛：你刚刚干嘛那么凶？阿成沉默了，他也不知道自己刚刚为什么会那么冲动，那种想要把他护在身后，不让任何人染指的占有欲，让他自己都感到心惊。过了很久，他才低声说道：我不喜欢别人那样跟你说话，很难听。说完这句话，他像是怕泄露更多心事，逃也似的快步回去了7号机。小夏正在原地，心跳突然变得很快很快。几秒钟，他低头，嘴角慢慢荡漾开一抹怎么也藏不住的笑意。那是一种被人笨拙地保护着、在意着的幸福的笑。那一刻，两人虽然隔着一段距离，却都清晰地意识到，他们之间有些东西已经彻底不一样了。第31章，奇怪的距离。第二天晚上，网吧的灯光依旧明亮，但两人之间却多了一层看不见却摸得着的微妙气场。阿成像往常一样来了，只是脚步比平时沉重了许多。走到7号机前，他犹豫了2秒，才拉开椅子坐下，视线始终盯着地面，完全不敢像以前那样自然而然地落在柜台里的小夏身上，仿佛只要看他一眼，昨天那句我不喜欢别人那样跟你说话，就会像弹幕一样在他脑门上循环播放。小夏敏锐地察觉到了，他原本还在纠结该怎么面对他，想装作若无其事，又觉得别扭，但偷瞄了他一眼后，他忍不住在心里嘀咕：朱天明明凶得要命，气势汹汹的，今天怎么反而怂成这样，连看都不敢看我了。他本来还想端着点架子继续生他的气，可看着他那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心里那点小别扭瞬间烟消云散，反而觉得有点好笑，甚至有点可爱。
阿成低着头，假装在忙着开机、擦键盘、找耳机，实际上余光一直在往柜台那边瞟，却又不敢定格，心跳快得有点不正常。我昨天到底哪儿来的勇气？什么叫我不喜欢？我是谁呀？我就不喜欢。越想他的耳根越烫，简直想穿越回去捂住昨天的自己的嘴。过了一会儿，小夏提着垃圾袋走了过来，刚好停在7号机旁边。阿成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下意识把腿往里缩了缩，整个人恨不得贴在显示器上。小夏扫了他一眼，状似无意地问：“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阿成的手指僵在鼠标上。我平时也这样。小夏挑了挑眉。真的吗？可是你昨天不是挺……他话说了一半，故意停住了。阿成的心脏咯噔一下，沉到了谷底。挺什么？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小夏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装作漫惊不息地说：“挺像不想让别人被抢走一样。”阿成瞬间屏住了呼吸，大脑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不是那个，他语无伦次地想要解释，但小夏已经不想听解释了。他心情颇好地哼着歌，转身换垃圾袋去了，留下阿成一个人像尊雕塑一样僵在座位上，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在疯狂刷屏：他是不是在撩我？越想脸越红，最后连脖子都红透了。下班后，小夏照常裸扫豪门，一转身就看见阿成站在不远处的路灯下，手插在口袋里，踢着脚边的小石子，一副想走过来又不敢走过来的纠结模样。小夏看着他，轻轻叹了一口气，主动走了过去。他站在他面前，微微仰头看着他的眼睛。你今天一直在躲我？阿成僵直了背脊，呼吸都乱了节奏。他想否认，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因为那是事实。小夏无奈地笑了笑：“躲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说完，他往前迈了一小步，瞬间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近到阿成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洗发水香味。你正常一点，我们就当昨天那句话没说过。他的声音很轻很柔，像羽毛拂过心尖儿，却足以让阿成的心脏乱成一锅粥。阿成怔怔地看他许久，才像个听话的小学生一样乖乖地点了点头。好，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但小夏听见了，而且听得很清楚。他满意地转身朝家的方向走去，背对着他挥了挥手，嘴角的笑意怎么也压不下去。哼，笨蛋。而阿成站在原地，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还没回过神来。那句你正常一点，在他脑海里久久回荡。可问题是，今天的他面对这样的他，怎么可能正常的起来呀？第32章，不应该担心却担心了。那天早上，阿成刚踏进公司大门，就被领导叫进了会议室。项目出了大纰漏，客户那边炸了锅，要求必须在当天整改完毕。整个部门的气压低到了极点，连呼吸都觉得压抑。阿成从早上忙到深夜，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更别提吃饭了。长时间的伏案工作让他的颈椎僵硬得像块石头，太阳血液在突突直跳。可是手头的工作依然堆积如山。他看了一眼时间，心里很清楚，今天晚上他是赶不上去网吧了。想到这里，胸口像堵了一团湿棉花，闷闷地透不过气来。同一时间，小夏在网吧里捧着一杯热水，目光却总是不受控制地飘向那个空荡荡的门口，动作很微小，却频繁的连他自己都无法忽视。这个点儿应该快到了吧？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此刻的眼神里藏着怎样一种名为期待的光。可是8点过去了，
9点过去了，10点，门口依旧空无一人。小夏才后觉后觉地发现自己竟然整整2个小时都在盯着大门看。他皱了眉头，在心里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我有病吧？他又不是我的谁，爱来不来。话虽这么说，心里某一块地方却莫名觉得空落落的。11点，网吧里的客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小夏叹了口气，开始准备打烊。就在他关掉最后一台机器的电源时，门口的风铃突然叮的一下响了一声。小夏猛地回过头，是阿成。他站在门口，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灵魂，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肩膀上还勒着深深的电脑包背带印痕。他抬起头看他，眼神很慢很沉，像是累到了极点，连平日里的伪装都维持不住了。抱歉，来晚了。声音沙哑的像在砂纸上磨过。小夏的心脏重重地沉了一下。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在看到他这副模样的瞬间，第一反应不是生气他迟到了，也不是质问他去哪了，而是他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鬼样子啊？脸色这么难看，该不会连饭都没吃吧？那一刻涌上心头的酸涩感，让他自己都吓了一跳。我这是在心疼他？阿成往前迈了2步，脚下却突然虚浮了一下，整个人踉跄着往前栽了去。小夏吓得魂飞魄散，一个箭步冲上去扶住他。喂，小心！阿成借着他的力气勉强站稳，削弱的扯扯嘴角。没事，就是1天没吃东西，有点低血糖。小夏的脸色瞬间变了，平日里的冷静自持荡然不存，而取而代之的是从未有过的焦急和恼怒。你是笨蛋吗？他的声音因为切切而微微发颤。工作再忙也要吃饭呐，把自己饿晕了很有成就感是不是？阿成被他吼得愣在原地，他看着眼前这个因为担心而急败坏的女孩，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击了一下，又酸又软。原来被人这样凶凶巴巴地关心着是这种感觉。小夏见他站都站不稳，也不管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直接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按在柜台后的椅子上。给我坐着，别动。说完，他转身就往门外冲了出去。我去便利室。阿成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他飞奔而去的背影，耳针一点一点红透了。他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原来这就是被人在乎着的幸福。第33集，靠得太近的那几秒。小夏从便利店跑回来时，带进了一身夜风的凉意。额前的几缕碎发被风吹乱了，贴在脸颊上，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塑料袋，胸口还在微微起伏，气息有些乱。阿成抬起头，看着那个气喘吁吁站在自己面前的女孩。她平日里总是冷冷淡淡的，像只难以接近的小猫，可此刻那双眼睛里却盛满了毫不掩饰的焦急和担心。那眼神太直白，太滚烫，烫得阿成心口狠狠一紧。小夏把袋子重重地放在柜台上，发出啪的一声轻响，皱着眉命令道：拿着。还没等阿成反应过来，一个热乎乎的饭团已经被硬塞进了他手里。阿成愣了一下，有些不知所措。小夏瞪了他一眼，凶巴巴地打断他：闭嘴，吃。那语气简直像是在训斥不听话的小朋友。阿成乖乖闭上嘴，笨拙地拆开包装，低头咬了一口。饭团还是热的，味道其实很普通，就是便利店里最常见的那种。可吞下去的那一刻，喉咙却像是被什么堵住了，酸涩的厉害。不仅仅是因为食物的温度，更是因为有人为了不让他饿肚子，在深夜的大街上为他奔跑。小夏看他吃得慢吞吞的，像只受了委屈的大金毛，忍不住又皱起眉头：你是猫吗？吃这么慢，什么时候能吃饱？话音刚落，他看着他嘴角沾着的一粒米饭，强迫症突然犯了。
下一秒，他做了一件连自己都没经过大脑思考的事。他鬼神察子地伸出手，指腹轻轻抚过他的嘴角，带走了那粒粘在那里的米饭。那一瞬间，世界仿佛静止了。阿成整个人像是被按了暂停键，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忘了。温热的指尖触碰到皮肤的触感，像电流一样瞬间窜遍全身。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捏了一把，跳得快要炸开。耳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唰的一下红得滴血。他甚至忘了眨眼，只是呆呆地看着近在咫尺的他。小夏的手在空中僵了2秒，他也反应过来了，这距离太近了，这动作太暧昧了。他触电般的收回手，把手背在身后，指尖还在微微发烫。为了掩饰这突如其来的尴尬和慌乱，他故意板起脸，装作冷淡地说：“多大的人了，吃饭能不能专心点，还漏嘴？”阿成彻底宕机了，过了好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声音小得可怜，像只做错事的蚊子。他连头都不敢抬，死死盯着手里的饭团，生怕一抬头，眼底汹涌的情绪就会把他淹没。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甜意气息，让人缺氧。沉默了几秒后，小夏突然转身去整理并没有乱的货架，背对着他，声音轻轻地飘过来：“今天辛苦了。”阿成猛地抬起头，看着他的背影。他没有回头，依然在那儿瞎忙活，但那藏在发丝间红得透凉的耳尖却把他的心事暴露无遗。阿成的心跳在这一刻重得像鼓颠一样敲击着胸腔。他在关心我，他在心疼我，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如此确定地感受到他的心意，不是客套的微笑，也不是随口的玩笑，而是实实在在的把他放在心上的在意。那一刻，阿成突然觉得，即使今天工作再累，被骂得再惨，身体再难受，能换来他这几秒钟的靠近和温柔，一切都值了，真值了。第34章，心不在焉的一天。第二天一早，阿成坐在办公桌前，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和文字，在他眼里全都变成了乱码。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复晃着昨晚的那几秒。小夏靠得那么近，近到呼吸可闻，微凉的指尖轻轻拂过他嘴角的触感，像烙印一样挥之不去。那种稍纵即逝的温度，那种带着点强硬却又无比温柔的力道，让他的心直到现在还在扑通扑通的乱跳。阿成，阿成！同事叫了他好几声，还在他眼前晃了晃手，他才猛地回过神来。啊，怎么了？同事一脸古怪地指着他的屏幕，你这个文档是不是写错了？阿成低头一看，整个人瞬间石化。在那份严肃的项目报告结尾，赫然出现了一行与工作毫不相关的字：今天辛苦了。这是昨晚小夏对他说的话，他竟然不知不觉地把它敲进了文档里。阿成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心跳快得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同事在旁边笑得一脸暧昧：哟，这一大早的，魂儿还在昨晚的梦里没回呀呢，给谁写情书呢？阿成的耳朵唰的一下红透了，他手脚忙乱地删掉那行字，关掉窗口，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把脸埋进了文件堆里。同一时间，小夏在网吧里也是一副魂不舍舍的样子，他手里拿着圆珠笔，在账本上无意识地画着圈圈，目光却是像是有自己的想法一样，时不时地飘向那个空荡荡的7号机。以前觉得那个位置没人坐也没什么，可今天看着那里空落落的椅子，心里也跟着变得空落落的。那个笨蛋今天该不会又忙得不吃饭吧？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他就皱起了眉头，在心里狠狠唾弃了自己一番。我为什么要管他？他饿不饿关我什么事？可是理智归理智，情感却完全不受控制。那种隐隐约约的牵挂，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疯长。晚上8点半，门口的风铃叮地响了一声，小夏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抬头起来，动作快的连眼示都没来得及显示。是阿成。他站在门口，看起来虽然不像昨天那么狼狈，但肩膀依然微微耷拉着，透着一丝疲惫。然而当他的视线落在小夏身上时，原本有些暗淡的眼底瞬间像是被点亮了一样，有了光彩。小夏努力压下嘴角的弧度，假装领静地打招呼：今天挺晚的。阿成看着小夏，声音轻柔：公司有点事儿耽误了。小夏点了点头，心里那块悬了一整天的大石头终于悄悄落了地。呼，还好他来了。为了掩饰自己刚才那一瞬间的失态，他随口找了个话题：那你今天吃晚饭了吗？话一出口，他就后悔的想咬掉自己的舌头了。这也太明显了吧，简直就像是告诉他，我很在意你有没有吃饭。阿成也显然没有料到他会问得这么直接，愣了秒。随后他的嘴角慢慢地央持了一个好看的弧度，眼里的笑意几乎要溢出来。吃了2个饭团。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被人在乎后的满足和愉悦。小夏低头假装翻看资料表，脸颊却不受控制地烧了起来。问错了，以后绝对不问了。他在心里懊恼地想。可是几秒钟之后，他还是没忍住，悄悄抬起眼帘偷瞄了他一眼。巧的是，阿成也正好看过来。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像是触电一般，两人同时慌乱地移开了视线，一个盯着天花板，一个盯着地板，可是那红的地穴的耳根却把他们的心思暴露无遗。空气里静悄悄的，却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发芽发花。一个很小却无法忽视的念头在两个人的心里同时冒了出来。原来这一整天的魂不舍舍，都只是为了等这一刻的相见。第35章，黑暗里的那双手。那天晚上，网吧里比平时更热闹一些，键盘敲击声、游戏音效声此起彼伏。小夏在冰柜前忙着补货，把一瓶瓶饮料摆放整齐。阿成坐在不远处的7号机，虽然戴着耳机，目光却时不时地越过屏幕，落在那个忙碌的身影上。大概晚上9点半，刚补完货的小夏拍了拍手上的灰尘，正准备走回柜台。就在这时，啪！一声沉闷的电流切断声响起，紧接着头顶的灯光闪烁了一下，瞬间全部熄灭。整个网吧陷入了一片死寂般的黑暗，世界瞬间被浓稠的墨色吞没，伸手不见五指。短暂的安静后，客人们的惊呼声和抱怨声炸开了锅。我去，停电了！怎么回事啊？还没保存呢！小夏站在原地，心脏猛地缩紧了。他其实很怕黑。小时候被关在漆黑杂物间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瞬间淹没了他的理智。胸口像压了一块巨石，呼吸变得急促和紊乱，手脚冰凉，不敢挪动半步。就在他无助地站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的时候，一只温热的大手极其紧遵地握住了他的手腕，力道不大，却带着一种令人心安的坚定。是我，低沉的嗓音在耳边响起，近在咫尺。那是阿成的声音。那一瞬间，小夏的紧绷的神经奇迹般地放松了下来，仿佛这简单的2个字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咒语，驱散了所有的恐惧。阿成，他小声叫他的名字，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别怕，我在。为了防止他在黑暗中磕碰到桌椅，
阿成犹豫了1秒，然后他的手顺着他的手腕狭下，轻轻包裹住了他的手指，不是十指紧扣，只是虚虚地握着。但那源源不断的体温却像黑暗中的唯一的浮木，让小夏下意识地反握住了他。两人一前一后，慢慢地摸索着往柜台方向走。黑暗放大了所有的感官，小夏能清晰地听到前面那个人的呼吸声，沉稳而有力。他躲在他宽厚的背影后面，第一次觉得原来黑暗也没那么可怕。阿成也能感觉到掌心的那只小手的颤抖，那种柔弱无助的触感像羽毛一样扫过他的心间，带来一阵酥麻的痒意。他下意识地收紧了手指，把它握得更紧了一些，像要保护它。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强烈。好不容易摸索到了柜台旁，就在这时，滋啦，备用电源启动了，应急灯的惨白的光线瞬间亮起，照亮了狭小的空间。这一亮，两个人都愣了，他们才发现原来彼此靠得这么近。小夏几乎是贴在阿成的怀里，额头差点撞上他的下巴，而阿成的一只手还紧紧贴着他的手，另一只手正虚浮在他的腰侧，是一个完全保护的姿势。呼吸交缠，近到连彼此睫毛的颤抖都看得一清二楚。暧昧的气息像疯长的藤蔓，瞬间缠绕住了两个人。小夏最先反应过来，像被烫到的一样，猛地抽回自己的手，往后退了一大步，撞在了柜台上。灯亮了，他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脸红得快要滴血出来。阿成也些尴尬地收回手，指尖仍然残留着他细腻的触感。他有些不自在地轻咳了一声，眼神飘忽不定。亮了。两人背对着背，各自整理着定不乱的衣服和头发，谁也没有再说话，但谁都清楚，刚刚那一瞬间的心跳，比这突然的黑暗还要让人惊心动魄。有些东西在黑暗中被点燃了，再也无法熄灭。第36讲，他站在我前面。第二天，网吧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空气里似乎还残留着昨晚那场停电带来的暧昧余温。小夏和阿成都心照不宣地刻意回避着视线，不敢盯着对方看太久。可只要对方稍微一靠近，哪怕只是衣角的摩擦声，都会让彼此的心跳漏掉一拍。大概晚上7点多，一个染着黄挠的年轻男客一脸凶神恶煞地冲到了柜台前，啪的一声，他把手机狠狠摔在桌面上。喂，你们这破机子是不是有毒？小夏正在核对账目，被这动静吓了一跳，抬头问道：怎么了？男客指着手机屏幕吼道：老子刚充的100块钱游戏点券没到账，是不是你们系统把钱吞了？小夏愣了一下，随即冷静地解释：先生，如果是游戏内的充值问题，跟网吧系统是没有关系的，您应该联系游戏官方客服查询一下。男客根本听不进去，唾沫星子乱飞。少跟我扯皮，我就是连着你们的网充的，钱没了你们就要负责。周围的几位客人纷纷侧目，窃窃私语。小夏眉头微皱，耐着性子再次强调：真的是服务器的延迟问题，您可以再等几分钟看看。等个屁，我现在就要玩。男客情绪越来越激动，甚至显手想要去拽小夏的领口。我看你就是想赖账，信不信我投诉你？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小夏的那一瞬间，一道阴影毫无预兆地笼罩下来，将小夏严严实实地挡在了身后。一只修长的手在半空中稳稳地截住了男客的手腕。是阿成，他没有大吼大叫，也没有像上次那样浑身散发着冷气。此时的他甚至连表情都是平静的，但这平静之下却藏着一种不容侵犯的压迫感，稳得像一座山。有事说事，
别动手动脚。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南克被拦住，有些恼羞成怒，想要甩开阿成的手，却发现纹丝不动。你又是哪根葱？关你屁事！阿成没有松手，目光沉沉地盯着他。他是网管，负责的是机器维护，不是你的游戏客服。而且这里有监控。他抬手指了指头顶闪烁红灯的像头，语气淡漠。再闹下去就是寻衅滋事，你是想继续吵，还是自己去联系客服？这番话有理有据，又不失威慑力，再加上周围客人的指指点点的目光，局势瞬间倒向了这一边。南克心虚地缩了缩脖子，嘟囔了一句：算老子倒霉。他狠狠瞪了一眼阿成，抽回手，骂骂咧咧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一场闹剧就这样平息了。小夏站在阿成身后，看着那个宽厚的背影，他才意识到，从刚才到现在，他就一直这样坚定地站在他正前方，像一堵墙，替他挡住了所有的恶意、唾沫和指责。那一瞬间，小夏胸口最柔软的地方被狠狠撞了一下，不是害怕，而是一种久违的被妥帖安放的安全感。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声音轻得像是怕惊扰了什么。谢谢。阿纯微微一怔，转过身来，刚才那个气场全开的男人瞬间不见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有些局促和羞涩的大男孩。他挠了挠头，低声说：没事，顺手而已。可那红得快要滴血的耳尖却明晃晃地写着：我很在意。两人面对面站着，谁也没有再说话，空气里只剩下彼此交错的呼吸声。但这清默并不尴尬，反而流淌着一种只有他们才懂的默契。那个距离已经不再是网管和客人，也不再是认识的朋友，而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第一时间挡在你身前的人。第37章，被看见的暧昧。第二天，小夏上班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清点货物，也不是打开收银机，而是下意识地看向7号机的位置。这个动作自然的仿佛已经成了身体的本能，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有什么不对。阿成依旧坐在那里，正低着头戴耳机，侧脸在屏幕的蓝光下显得格外沉稳。小夏刚想若无其事地移开目光，就在这时，阿成突然抬起头，两个人的视线隔着并不算宽的过道，毫无防备地撞了在一起。空气仿佛凝固了1秒，小夏像被烫到了一样，猛地别过头去，假装在看桥上的价目表，心跳却不受控制地漏了一拍，然后疯狂加速。他被自己这过激的反应吓了一跳，我躲什么呀？搞得像做了亏心事一样。那边的阿成也是浑身一僵，手指停在半空中，忘了下一步该干什么。过了2秒，他才缓缓低下头，假装在调整耳机线。可是那迅速蔓延开的红晕已经从脖子根一路烧到了耳后。中午时分，几个常来报业的熟客学生正聚在一起吃泡面，他们一边吸溜着面条，一边贼眉鼠眼地在小夏和阿成之间来回大量。那种诡异的气氛，连路过的蚂蚁都能感觉到。哎，你们发现了没？7号那个帅哥今天安静的有点过分啊。什么安静？那叫紧张。你看他那鼠标握的都要捏碎了。还有那个网管小姐姐，今天脸怎么一直红扑扑的？小夏正在喝水，听到这几句窃窃私语，差点一口水喷出来。他重重地把杯子放下，瞪了那帮学生一眼：吃你们的面，乱嚼什么舌根？学生们互相对视一眼，发出一阵意味深长的坏笑。嘿嘿，我们可什么都没说哟，懂的都懂，懂的都懂。那种磕到的姨母笑简直藏都藏不住。小夏假装没听见，低头猛擦柜台，可是耳尖上的温度却怎么也降不下来。他在心里恼怒地嘀咕：我这也太明显了嘛，连这帮小屁孩都看出来了。
晚上10点，喧闹渐渐退去，灯里只剩下最后零星几个客人。灯光似乎比白天温柔了许多，空气里流淌着一种不属于深夜的静谧与温情。阿成摘下耳机，从座位上起身，慢慢走向柜台。小夏正低头整理着一沓收据，听到脚步声，手上的动作顿了顿。阿成站在他面前，隔着一道柜台。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他就是想过来看看他，哪怕只是站一会儿。还没忙完，他没话找话地问了一句。小夏抬起头，再一次四目相对，这一次没有人在躲闪，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彼此，任由某种名为暧昧的情绪在空气中发酵。灯光很柔和，将阿成的高大醒子拉得很长，正好覆盖在小夏的脚边，仿佛把他整个人都圈进了自己的领地里。小夏先开了口，声音很轻，像羽毛落地。今天还好吗？这不是一句普通的客套，里面藏着昨天的那个拥抱的余温，藏着对他心情的试探，也藏着一份小心翼翼的关心。阿成看着他的眼睛，轻轻点了点头。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灼灼除词，然后他看着他很认真很轻地说了一句，只要看到你就挺好的。小夏瞬间怔住了，手中的收据被他无意识地攥紧，发出了一声脆响。一股热气轰的一下冲上头顶，脸颊烫得惊人。他不敢再看他那双辛勤的眼睛，慌乱地垂下眼帘，可是也没有反驳，没有退缩，只有微微颤抖的睫毛泄露了他内心的兵荒马乱。空气似乎被悄悄点燃了阴线，噼里啪啦地炸出了无数朵隐形的烟花。那一刻，他们都清楚地听到了心底的声音。彼此之间那条名为普通朋友的界限已经彻底模糊不清了，再也回不去了。第38节，那不是我以为的关系。那天晚上，阿成刚准备下班去网吧，突然接到了公司的紧急电话。阿成，方案出了大问题，客户很不满意，你得马上回公司一趟。阿成皱紧了眉头，看着窗外已经黑透的天色。本来今天他还特意早点做完了手头的工作，想早点去见见小夏，想看看他的感冒好全了没有，也想再跟他说说话，哪怕只是像昨晚那样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也好。可是成年人的世界里，工作永远是无法推卸的责任。他叹了口气，只能认命地转身回了公司。同时间，小夏在网吧里一边心不在意地擦着桌子，一边频频看向7号机，还是空的。那张椅子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是在嘲笑他的自作多情。他皱着眉，把抹布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心里一阵烦躁。昨天话说的那么好听，只要看到你就挺好的，结果今天人影都不见一个，骗子！就在这时，网吧的玻璃门被推开了，进来的不是阿成，而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生，大概25、6岁，留着一头柔顺的长发，穿着裁剪叠屉的米色风衣，妆容精致，浑身散发着一种知性优雅的气质，跟这个充满了烟味和泡面味的网吧格格不入。她直径走到柜台前，对着小夏微微一笑：“你好，请问阿成来了吗？”小夏的心里咯噔一下，警铃大作。他上下打量了一眼这个女生，语气冷不热的：“你是谁？找他干嘛？”女生眨了眨眼，似乎没察觉到小夏的敌意。“哦，我是他以前公司的同事，今天本来约好把一份文件还给他的，但是他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就想来这儿碰碰运气。听说他经常来这里。”以前公司的同事，约好见面，经常来这里，这几个关键词像针一样扎在小夏的心上。他心里微微松了口气，却那种酸涩的感觉却并没有消失，反而更浓了。他面部表情地说：“今天没来，可能在忙吧。”女生有些失望地点了点头，
这样啊，那麻烦你如果见到他，帮我转告一声，文件我寄放在前台了。说完，他礼貌地道了谢，转身离开了。小夏重新坐回柜台后的椅子上，只觉得心里乱糟糟的。原来他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同事啊，关系好吗？好到都知道他在这个网吧。也是，他那么优秀，有人找也很正常。他越想越觉得胸口闷得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这种名为嫉妒的情绪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在意好像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普通朋友的界限了。晚上11点多，风尘仆仆的阿成终于赶到了网吧。他一进门就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儿。小夏虽然还在柜台里，但整个人的气压低得吓人。看见他进来，不仅没像昨天那样打招呼，甚至连头都没抬一下，直接把他当成了空气。阿成心里一紧，小心翼翼地凑过去。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小夏冷冷地把刚才女生留下的文件袋往台面上一拍。你的东西，有人特意送来的。阿成愣了一下，拿起文件袋看了看，恍然大悟。哦，是这个啊。今天前同事说要还资料，但我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一直没接到电话。他一边解释，一边观察着小夏的脸色。见他依然板着脸不说话，阿成突然福至心灵，意识到他在气什么了。他清了清嗓子，把身体往前探了探，看着他的眼睛，极其认真地说：小夏，只是前同事，送完文件就走了，没别的，而且我跟他不熟。小夏没想到他会解释得这么详细，愣了一下，随即嘴硬道：跟我说这些干嘛？我又不关心。阿成看着他别扭的样子，忍不住弯了弯嘴角，声音变得很轻很柔。我知道你不关心，但我怕你误会。别人误会不误会没关系，但我怕你多想。小夏的心跳猛地漏了半拍，原本挤压在胸口的那股酸涩和闷气瞬间烟消云散，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甜蜜和慌乱。他不敢再看他那双仿佛能看穿人心的眼睛，慌乱地低头，假装整理键盘。过了几秒，才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声音虽然很小，却透着一丝掩饰不住的轻快。阿成看着他融透的耳尖，无声地笑了，而小夏在心里悄悄地问了自己一句：我这算是吃醋了吗？第39章，你怎么就来了？当晚12点左右，网吧的喧嚣终于彻底平息，最后一批客人也陆陆续续离开了。小夏揉了揉有些酸痛的脖子，提着最后一大袋垃圾走向后门。通往后巷的走廊灯光昏暗，年久失修的灯泡撒出滋滋的电流声，忽明忽暗。地面上因为刚才保洁阿姨拖过地，还残留着未干的水渍，湿湿漉漉的。小夏走得有些急，完全没注意到脚下那一滩反光的水迹，脚底突然一滑，啊！一声短促的惊呼还完全没有出口，他整个人便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在了坚硬的水泥地上。手腕本能地撑地，却在触地的一瞬间传来钻心的剧痛，垃圾袋散落一地，狼狈不堪。正好阿成刚从洗手间出来，正在洗手台前擦手，突然一阵猛虫的撞击声和那声熟悉的惊呼穿透了走廊的寂静，钻进了他的耳朵里。他的动作猛地一顿，眉头瞬间凝成了川字。有人摔倒了，那个声音是小夏。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甚至连擦手的纸巾都还不来得及扔掉，身体比大脑先做出了反应，他拔腿就往后门的方向冲去。砰的一声，后门被大力推开，借着昏暗的灯光，阿成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缩在墙角的身影。小夏正坐在地上，左手紧紧握着右手手腕，疼得整张脸都皱成一团，额头上全是冷汗。那一瞬间，阿成的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攥了一把，疼得他呼吸都停滞了1秒。他几乎是滑跪到他面前的，声音因为急促的奔跑而变得沙哑破碎。你怎么了？摔哪儿了？
虽然语气极力维持着镇定，但那颤抖的尾音却出卖了他此刻的慌乱。小夏被突然出现的他吓了一跳，泪眼朦胧地抬起头：“你怎么就来了？”阿成没有回答，他的目光死死地锁在他红肿的手腕上。他伸出手想要去触碰，却在半空中堪堪停住，手指微微蜷缩，像是怕自己的触碰会加重他的疼痛。他深吸了一口气，抬起眼帘，目光深邃而克制：“我能看看吗？”这一句小心翼翼的询问，比直接鲁莽的抓握更让人感到安心和被尊重。小夏愣了2秒，看着他眼底的那快要溢出来的焦急，鬼差神成地点了点头。阿成才伸出手，像捧着一件易碎的瓷器一样，轻轻托起了他的手腕，动作轻柔的不可思议。还能动吗？试着转一下。小夏咬着嘴唇试了试，立刻倒吸了一口凉气。疼！阿成的眼神瞬间沉下去，眼底酝酿着风暴。他不再让他乱动，而是一手稳稳地托着他的手腕，另一只手揽住他的肩膀，将他整个人半抱在怀里。别动了，可能是扭伤，也可能是骨折。我扶你起来，慢点。全程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但那坚实有力的臂膀和始终护在他身后的姿态，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有安全感。站起来后，小夏靠在墙上，惊魂未定地喘着气。阿成站在他面前，低头看着他，眉头依然紧缩。很疼吗？要去医院吗？还好，应该没骨折。小夏摇了摇头，借着微弱的灯光抬头看他。1秒，2秒。他看着这个男人，额头上还挂着刚才奔跑的时候渗出的细汗，呼吸还有些急促，眼神里是毫无掩饰的后怕和心疼。他冲过来的速度，他扶起自己的小心翼翼，那种担心到连手都在微微颤抖的样子，这些细节像一记重锤，狠狠敲在小夏的心上。这哪里是普通朋友会有的反应，甚至更甚。他的心轻轻的，却又无比清晰地塌陷了一块。他垂下眼帘，低声说道：“谢谢你。”阿成看着他，轻轻摇了摇头，低沉地说道：“别跟我说谢谢，听到是你，我就没有办法不来。”小夏的心头猛地一颤，这句话听起来简单直白，却比这世上任何一句我爱你都要让人心动，都让人心断肠迷。两人都安静了下来，狭窄昏暗的走廊里只剩下2道交缠在一起的呼吸声，谁都没有后退，谁都没有离开。空气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悄悄破土而出。第40节，连空气都变得轻了。第2天，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小夏的手腕虽然消了肿，但还是有些隐隐作痛，使不上劲儿。上班高峰期刚过，补货的时间到了。小夏看了地上那几箱沉甸甸的饮料，深吸了一口气。没事，应该能行。他刚弯下腰，准备咬牙把箱子搬起来，一只修长的手先他一步，稳稳地扣住了箱子的边缘。紧接着，那个熟悉的黑色身影挡在了他面前。阿成单手提起那箱饮料，轻松的像是在提一袋棉花。这种重活放着我来。小夏愣了一下，下意识的想去抢。不用，我自己。别动。阿成侧过头看了他一眼，目光落在他的手腕上。昨天疼得脸都白了，忘了？还是说你想再去那个黑漆漆的走廊摔一次？明明是责备的话，语气里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宠溺。小夏的心口像被羽毛轻轻挠了一下，酥酥麻麻的。他没再坚持，乖乖地缩回手，跟在他身后。看着他宽阔的背影，耳尖悄悄爬上了一抹红晕。中午时段，那帮唯恐天下不乱的学生熟客又来了。他们一进门就看见阿成在前面搬箱子，小夏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后面递毛巾、递水。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那氛围和谐得让人没眼看。学生们一立刻炸开了锅，一个个挤眉弄眼。
哟，这是什么情况？夫唱妇随呀！7号哥，这业务熟练度可以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老板娘的家属呢。哎呀，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打扰2位二人世界了？小夏正在喝水，听到家属2个字，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他咳嗽得满脸通红，想解释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而一向淡定的阿成这次却并没有反驳，只是那红透的耳根彻底出卖了他。他把箱子放下，低声对那帮起哄的学生说了一句：喝你们的营养，少拼准。语气里虽然带着警告，却一点杀伤力都没有，反而更像是被戳中心事后的恼羞成怒。学生们一看这反应，笑得更欢了。下午4点左右，阿成放在桌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公司群发的消息，领导通知今晚有个紧急视频会议，所有人必须参加。阿成看着屏幕，眉头渐渐拧紧。如果要参加会议，就意味着他必须马上离开网吧，赶回公司或者回家，也就意味着今天不能陪他到下班了。他抬起头，透过显示器的缝隙看向柜台，小夏正坐在那里，低头认真地整理着那一大厚厚的小票。午后的光线透过玻璃窗洒进来，在他侧脸上镀了一层金色的绒毛。他看起来那么安静，那么美好，让人怎么都移不开眼。阿成的心里突然涌上一股从未有过的失落感。以前觉得只要每天能来见见他就好，可是现在为什么只要一想到要走，心里就那么难受的呢？人的贪心果然是会生长的。晚上9点，网吧里的客人渐渐少了，空气里只剩下键盘敲击的噼里啪啦之声。阿成收拾好东西，站在座位旁。在直接走和去打个招呼再走之间，他犹豫了足足10秒。最终，理智还是败给了情感。他迈开长腿，走向了柜台。小夏听到脚步声，抬起头，2人的视线在空中无声地撞了一下，然后焦灼在一起，谁也没舍得先移开。半秒的静止，小夏看着他背上的包，轻声问道：要走了？公司临时有事。哦，小夏点了点头，声音里有一丝藏不住的失落。那你今天不忙吗？他试图找展话题，拖延一下这最后的告别时间。阿成顿了顿，他看着他的眼睛，声音很轻却很笃定。忙，但比起忙，更不想留你一个人在这里。空气瞬间安静了下来，连呼吸声都变得小心翼翼的。2人都没有再说话，也没有人动，就这样静静地对视着一下。那种静止已经不再是普通店员和熟客之间的客套，而是一种心知肚明又没有通破那层窗户纸的名为喜欢的距离。第41讲，好消息也有点远。第2天上午，阿成刚到工位就被老板叫进了办公室。老板一脸笑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阿成啊，告诉你个好消息，经过这1年的考核，公司决定正式给你转正了，而且还要升你的职。阿成愣了一下，有些不敢置信。升职？对，不仅薪资翻倍，而且是独立带项目。老板顿了顿，话锋一转。不过呢，新项目在外区的一家分公司，离这边有点远，你得做好长期在那边驻扎的准备。怎么样？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阿成握着手机的手指渐渐收紧，指节泛白。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也是他为了留在这个城市努力奋斗了整整1年的目标。可是那一瞬间，他脑海里并没有预想中的狂喜，反而像被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心里空落落的。眼前闪过的不是升职加薪后的美好蓝图，而是那间昏暗却温暖的网吧，是那个总是坐在柜台后面低头认真记账的女孩，是他抬头看她时眼底那一抹不易察觉的温柔，还有昨晚他轻轻点头说有你在挺好的那个瞬间。如果去了外区，就意味着他再也不能每天下班后来这里看他了。
再也不能给他送热牛奶，不能在他被刁难时第一时间挡在他身前了。那种刚刚萌芽的名为不舍的情绪，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疯长，缠得他透不过气来。晚上，阿成照常来到了网吧，但他今天的步伐却比平时沉重了许多，每次走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有些飘忽不定。推开门的那一刻，他下意识地看向柜台，小夏正低头在整理货架，听到风铃声，抬头看来，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小夏敏锐地捕捉到他眼底的那一抹化不开的愁绪。你怎么了？他放下手中的东西，走到柜台前，有些担心地看他，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阿成走到他面前，张了张嘴，欲言不及，过了好几秒，才勉强扯出一个笑容。没有，挺好的，就是有点事儿想跟你说。小夏的心里咯噔一下，那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他装作随意地问：什么事儿？搞得这么严肃？阿成吸了一口气，低声说道：公司给我升职了。小夏眨了眨眼，眼底闪过一丝惊喜。真的？那不是好事吗？恭喜你啊！可是，阿成顿了顿，避开了他的视线，看着旁边的收银机。新项目在外区，可能要调过去很长时间。小夏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手中的笔啪的一声掉在了桌子上，滚落到地上。外区？那岂不是离这里很远？阿成点了点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光是坐地铁，单程就要2个小时。2个小时，这意味着他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每天下班顺路过来了，甚至可能1周都来不了一次。小夏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习惯这件事情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已经习惯了每天晚上抬头就能看到他在7号机那个熟悉的身影，习惯了他在身边那种无声的陪伴。现在突然告诉他这一切都要消失了，那种巨大的失落感像潮水一样瞬间把他淹没。他紧紧抓着桌沿，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哦，那是好事啊，恭喜你终于熬出头了。他努力想要维持表面的平静，可是声音里的颤抖却怎么也藏不住。阿成一直看着他，看着他强颜欢笑的样子，看着他发白的指尖，心里那股酸涩感更重了。他突然不想再这么暧昧不清下去了。他身体微微前倾，越过柜台，靠近的他一点。小夏。小夏抬头看来，眼眶有些发红。阿成看着他的眼睛，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低沉而坚定。你别误会。什么？升职是好事，但我没说过我不来这里了。小夏猛地跳了一下。那么远，你怎么来？阿成看着他，嘴角勾起了一抹温柔的傲毒。距离不是问题，只要你想见我，多远都不算远，我会来的，一定会来。2个人就这样隔着柜台静静地对视着，虽然谁都没有把那个字说出口，但那份彼此都懂得不愿分开的心意，在这一刻已经胜过了千言万语。空气仿佛变得很轻，轻得能让人飞了起来，可是心却变得很重，因为里面装满了另一个人。第42章，想了解你的一点点。阿成那句我没说不来这里，像一句无声的咒语，在空气里久久回荡。之后2个人谁都没有再开口说话，但这种沉默并不让人觉得尴尬，反而流淌着一种难言的默契与温情。快到午夜时分，小夏开始着手整理饮料柜。他刚弯下腰，试图搬起一箱矿泉水，手腕处却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他没忍住，轻轻倒吸了一口凉气，声音极小，还没来得及传远，但阿成却像是装了雷达一样，立刻就听到了。他放下手中的鼠标，几大步走过来，动作自然的仿佛排练过千百遍。别动，放着我来。
他不由分说地从他手里接过箱子，稳稳地放到了货架上。小夏看着他的侧脸，忍不住问道：“你怎么总能第一时间听到我？明明离得那么远，声音那么小。”阿成的动作顿了一下，他转过头看着他的眼睛，声音低沉而认真：“大概是因为我的注意力一直都在你身上吧。”这句突如其来的直球让小夏的心脏猛地漏了一拍，一股酥麻的电流顺着脊椎窜遍全身。他慌乱地低头，假装整理货架，耳根却不受控制地红透了。两人并肩整理着货架，狭窄的过道里，两人偶尔会碰到彼此的手臂，或者拿同一瓶饮料时指尖相触，每一次触碰都像是一次微型的触电。两人都会下意识地缩一下手，却又默契的谁都没有后退。那种暧昧而甜蜜的气氛在空气中悄然发酵。半小时后，阿成把拆下来的空纸箱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角落里。小夏站在一旁，看着他熟练的动作，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你以前经常做这些吗？阿成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笑了笑。没有，从小到大没怎么干过，但是看你做了那么多次，不知不觉就会了。小夏怔住了，原来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甚至连这种琐碎的小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心里某个软弱的地方，像是被一只温柔的大手轻轻攥住了，酸酸胀胀的。就在这时，一阵突兀的手机铃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小夏拿出手机，看到屏幕上跳动的“妈妈”两个字，神色微微一变。那种平日里的冷静自持瞬间消失，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柔软和小心翼翼。阿成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变化。喂，妈。小夏接起电话，声音轻柔的不可思议。我今天可能要晚点回去，店里还有电视。您先吃药睡觉，不用等我。电话那头似乎说了些什么，小夏的眉头微微蹙起，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的宠溺。你知道，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您别担心。挂电话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肩膀微微塌下来，显得有些疲惫。阿成看着他，试探着问道：家里还好吗？小夏愣了一下，并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摩挲着手机屏幕，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声说道：还行吧，就是我妈身体不太好，常年离不开人。说到这里，他抬起头，露出了一个有些勉强的笑容。所以我才一直上傍晚，这样白天就能有时间陪她去医院，给她做饭了。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但阿成却听得心口紧发。他看着这个秀弱的女孩，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原来在她看似坚强的外表下，竟然独自扛着这么沉重的生活压力。这么久以来，他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阿成只觉得喉咙像是被一团棉花堵住了，酸涩得厉害。他很想冲动地抱住她，告诉她别怕，以后有我帮你扛，你可以依赖我，不用再一个人这么辛苦了。但这句承诺太重了，现在的他还没有资格说出口。如果贸然说出来，只会给他带来负担。最终，千言万语只化成了最朴实的一句话：辛苦了。小夏笑了笑，眼神清澈而坚韧。习惯了，没什么。阿成看着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他深吸一口气，看着他的眼睛，郑重其事地说道：小夏，以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或者忙不过来的地方，随时叫我，我就在这里。小夏怔怔地看着他，看着他眼底的那份毫不掩饰的心疼和坚定。良久，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好。那一刻，两人都清楚地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仅仅是那种朦胧的暧昧，而是开始真正的、深入的走进了彼此充满鲜活气的生活里了，多了一份想要分担彼此重量的决心。第43章，你不要对我这么小心。
自从知道了小夏家里的情况后，阿成整个人像是变了个性子。以前那个偶尔还会跟他开两句玩笑，会在他忙碌时自然而然搭把手的大男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心翼翼、时刻紧绷着神经的守护者。他看着他的眼神里总是带着一种近乎易碎的怜惜，哪怕只是递一瓶水，都要斟酌好力度和角度，生怕给他增加一丁点的负担。这种过度的体贴反而让空气变得有些凝重。这天晚上，几个高中生模样的男生在网吧里打闹嬉戏，声音很大。小夏正在前台低头核对账单，并没有太爱意。突然，啪的一声脆响，其中一个男生手里的易拉罐没拿稳，直接飞了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后，重重地砸在前台的大理石台面上，然后滚到了小夏脚边。其实并没有砸到人，但那突如其来的巨响还是把毫无防备的小夏吓得浑身一抖，手中的笔都掉了。你怎么搞的？还没等小夏反应过来，一道黑影已经像风一样冲到了柜台前，是阿成。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过来的，速度快得惊人。他一把抓住小夏的肩膀，上下打量着他，语气急促地变了调：你没事吧？砸到哪儿了？疼不疼？那双眼睛里写满了惊慌失措，仿佛刚才飞过来的不是一个空易拉罐，而是一颗炸弹。小夏被他这过激的反应吓得愣住了，他眨了眨眼，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我没事啊，就是一个空罐子而已，没砸到我。那几个闯祸的学生也被阿成这副要吃人的架势吓傻了，赶紧连声道歉。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风波很快平息，小夏弯腰捡起那个易拉罐，扔进垃圾桶，准备继续工作。可是刚才阿成那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偷偷看了他一眼，阿成已经坐回了位置上，但背脊依然挺得笔直，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紧张中缓过劲儿来。这几天他总是这样，太小心了，太谨慎了，就像是在对待一个一碰就碎的瓷娃娃。半小时后，阿成拿着一瓶矿泉水走到柜台结账，小夏扫完码，把水递给他，给。阿成伸出手，但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直接拿过来，而是尽量避开他的手指，只捏住了瓶身的最上端，动作轻的像是怕烫到他一样。这已经是第无数次了。小夏看着他小心翼翼收回去的手，心里的那股无名火终于压不住了。阿成！他叫住了正准备离开的他。阿成停下脚步，回头看他，眼神有些茫然。怎么了？小夏深吸了一口气，直视着他的眼睛，语气有些冲。你最近到底在干什么？阿成愣了一下。什么干什么？你是把我当成易碎品了吗？小夏指了指刚才那瓶水，又指了指刚才易拉罐掉落的地方。我又不是玻璃做的，碰一下就会碎，你至于这么小心翼翼的吗？以前你不是这样的，以前你敢跟我开玩笑，敢离我很近，敢在我忙不过来的时候直接上手帮忙。可是现在呢，连递个水都要躲着我的手，你这样让我觉得很不舒服。阿成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他站在那里像个做错事被老师训斥的小学生，手足无措。过了好半天，他才垂下眼帘，声音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只是怕你觉得累。小夏怔住了，阿成抬头看他，眼神里满是无奈和心疼。我知道你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每天要照顾生病的妈妈，还要上夜班，还要应付各种琐事，你的肩膀上已经扛了太多东西。我怕我的靠近会变成压垮你的最后一道稻草，我不想给你增加任何一点点心理负担，哪怕是一丁点儿。这一番泼白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小夏的心里泛起了层层涟漪。原来是他这么想的，他是因为太在乎，太心疼，所以才会变得这么笨拙，
这么小心？心里的那点火气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酸酸胀胀的感动。他看着阿成，语气软了下来。阿成，你是个笨蛋吗？阿成很诧异地看着他，小夏叹了口气，认真地说道：我虽然辛苦，但我不是易碎品，我不需要你把我供起来，也不需要你离我那么远。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鼓起骨气，然后他说出了一句让阿成终生难忘的话：如果是别人的靠近，也许是不担，但如果是你给我的重量，我不介意再重一点。比起你小心翼翼的疏远，我更希望你能像以前那样站在我身边。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哽凝了，阿成愣愣地看着他，似乎在消化这句话里的含义。过了好久，他的嘴角慢慢上扬，眼底重新亮起了光芒。我知道了。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那晚之后，两人之间那种令人窒息的小心翼翼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亲密、更加自然的默契。靠近是可以的，依赖是被允许的，而疏远才是最不需要的。第44章，一起走一段路吧。最近2天，阿成像是突然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而是恢复了往日的沉稳与自然，甚至多了一份让人安心的笃定。那种就算天塌下来也有我顶着的气场，让小夏觉得格外踏实。这天晚上，小夏提前半小时完成了交接班，推开网吧的大门，一阵清爽的夜风扑面而来。他一抬头就看见阿成正站在门口的路灯下，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衬衫，袖口挽齐，露出线条流畅的小臂，手里拿着手机，似乎在等人，又似乎只是在发呆。听到动静，他转过头，两人视线相撞，空气里瞬间噼里啪啦地炸开了一朵无形的烟花。那种只有他们两人才懂的默契气场，瞬间隔绝了周围的喧嚣。下班了，阿成收起手机，嘴角自然地上扬。你怎么还没走？在等你。简简单单的3个字，却让小夏的心跳漏了一拍。他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走到了他身边。两人肩并肩，沿着安静的街道慢慢往前走。路灯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偶尔交叠在一起，像是一个亲密的拥抱。谁都没有说话，也没有人觉得尴尬。这种沉默舒服得让人想要一直这样走下去。走到便利店路口时，阿成突然停下了脚步，小夏也跟着停下，疑惑地看着他。怎么了？忘东西了？阿成看着便利店亮着的招牌，喉结滚动了一下，然后转过头看着小夏的眼睛，有些突兀地问道：突然想吃点甜的，陪我吃个冰淇淋好吗？小夏愣了一下，随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现在？大晚上的10点半？你是3岁小孩吗？阿成看着他的笑脸，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但眼神却很认真。就是突然想吃，而且……他顿了顿，声音低了几分，带着一种极其温柔的诱惑。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小夏的心脏像是被一只羽毛轻轻挠了一下，又痒又软。他咬了咬嘴唇，压下嘴角的笑意，故作矜持地说：行吧，看你在今天帮我搬箱子的份上。两人买了2个甜筒，像2只偷吃的小康鼠，坐在便利店门口的长椅上。晚风习习，冰激凌甜腻的奶香味儿在舌尖化开。小夏晃荡着双腿，看着路灯下的小虫飞舞，突然觉得这一刻美好的有些不真实。阿成，你那边的工作真的确定要调去外区了吗？虽然不想破坏氛围，但这个问题像一根刺，一直扎在他心里。阿成舔了一口冰激凌，动作慢了下来。调令已经下来了，下周1去报到。哦，小夏低头看着手里快要融化的冰激凌，声音闷闷的。
那你要去多久？ Project 周期大概半年，顺利的话可能会提前。半年，180多天，对于习惯于每天见面的他们来说，这简直像是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小夏的手指无意识地捏紧了脆皮桶，发出细微的碎裂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鼓起勇气问出了那个一直不敢问的问题：那这么远，你还会常来吗？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风。阿成停下了吃冰激凌的动作，他侧过头，深深地看着身边的女孩，看着她低垂的眼睫，看着她不安地颤抖的手指。他伸出手，轻轻附在她冰凉的手腕上，掌心的温度源源不断地传过去，胖的小夏心里一颤。小夏，他叫她的名字，语气郑重的像是在宣誓，哪怕翻山越岭，哪怕风雨兼程，只要这里的灯还亮着，只要你还在这里，我就一定会来。我想见你，这就是理由。小夏猛地抬头，撞进那双深邃如海的眸子里，那里倒映着小小的他，还有满天星光。眼眶突然有些热，他吸了吸鼻子，嘴角却止不住的上扬，绽放出一个比冰激凌还要甜的松容。好，那我等你。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似乎比平时短了很多，短得让人意味不尽。夜半比平时暖了很多，就像在寒冷的冬夜里被人塞了一杯热腾腾的巧克力，一直暖到了心底。第45集，你靠一下也没关系。这天上午，阿成收到了公司的正式调令邮件，下周一正式调往外区项目组报到。看着屏幕上那行冰冷的黑体字，阿成的心里像是被人挖空了一块。明明是升职加薪的好事儿，可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那种说不出的空虚感像潮水一样蔓延，不是怕工作有多累，也不是怕环境有多陌生，而是一想到以后不能每天下班推开那扇门，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心里就慌得厉害。晚上，阿成像往常一样来到了网吧。刚走到门口，隔着玻璃门，他就看到了小夏。他没有像平时那样坐在柜台里忙碌，而是双手撑着台面，整个人几乎是挂在上面，脸色白得像张纸，嘴唇也没有半点血色，连站着的姿势都在微微发抖。阿成的心脏猛地收紧，推开门几步跨了过去。小夏！听到声音，小夏有些迟钝地抬起头，眼神有些涣散。啊，你来了。声音虚弱的像是从水底传上来的。阿成眉头紧缩，伸手想要去摸他的额头，却被他下意识地躲开了。你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小夏摇了摇头，勉强扯出一个苍白的笑容。没事，就是这几天没睡好，有点累。真的没事，歇会儿就好了。真的没事？阿成显然不信。他看着他抓着桌沿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骨节泛白，那是极力忍耐痛苦的表现。他没有再多问，而是转身去倒了一杯温水。先把这个喝了。小夏伸出颤抖的手去接，指尖刚碰到杯壁，突然眼前一黑，那种天旋地转的眩晕感瞬间袭来，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小夏！下一秒，一只强有力的手臂横过来，稳稳地托住了他的腰，将他整个人带进了一个温婉宽阔的怀抱里。那只手臂很有力，也很热，隔着薄薄的衣料，那种温度源源不断地传过来，让小夏冰凉的身体稍微回暖了一些。别动。头顶传来阿成的低沉而急促的声音，第一次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霸道。小夏靠在他怀里，急促地喘着气，过了好一会儿，眩晕感才慢慢退去。抱歉，我可能真的有点晕。他想要站直身体，却发现腿软得根本使不上劲儿。阿成没有松手，反而把他搂得更紧了一些。你别逞强了。他的声音就在耳边，带着一丝压抑的怒气和心疼。我不逞强还能怎么办？小夏苦笑了一下，声音轻飘飘的。我都习惯了。
这么多年，无论生病还是难过，他都是一个人咬牙挺过来的。不习惯又能怎样呢？阿成的身体僵了一下，他低头看着这个倔强的让人心疼的女孩，眼底满是怜惜。从今天开始，阿成一字一顿地说道，这种事儿不需要习惯，不想撑的时候就别撑。小夏猛地抬起头，撞进那双深邃温柔的眼眸里，心跳突然变得乱七八糟，毫无章法。走，我送你回家。阿成说着就要把他扶起来，可是店里，我已经跟老板打过电话请假了，替班的人马上就到。小夏惊讶地看着他，你怎么时候？刚才倒水的时候。阿成打断了他的话，语气是不容咀嚼的坚定，你这个样子路都走不稳，必须回家休息。回家的路上，小夏走得很慢，每走一步都觉得脚下像踩着棉花。阿成就在他身边半步的距离，虽然没有直接圈着他，但那只手臂始终虚虚地护在他后面，像是一张随时准备接住他的安全网。几次他差点踉跄，都被他严谨手快地扶住，那种无声的呵护比任何言语都让人安心。终于到了楼下，小夏扶着楼梯扶手，转过身看着阿成。路灯下，他的行子被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他脚下。阿成，今天真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他，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刚才会晕倒在哪里。阿成看着他，眼神温柔的像是一汪水。他上前一步，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肩膀。不用谢，以后累了，肩膀借给你，多久都没关系。小夏怔怔地看着他，那一刻风停了，叶子不动了，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眼前这个男人和那句让人想要落泪的承诺。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那颗一直漂泊无依的心终于找到了可以停靠的港湾。第46讲，第一天不见你也有点空。阿成跳去外区的第一天，早上6点半，天刚蒙蒙亮。阿成站在陌生的公交站台，看着远处缓缓驶来的大巴车，心里空落落的。不是因为路途遥远，也不是因为没睡醒，而是因为今天早上他不能像往常一样，在那个熟悉的时间点路过那扇熟悉的玻璃门，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了。这种感觉就像是早起忘记刷牙，或者出门忘记带钥匙。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总觉得浑身不对劲儿。与此同时，小夏也被闹钟吵醒了。她迷迷糊糊了按掉闹钟，在床上赖了整整10分钟。照理说，她现在应该像个陀螺一样弹起来，洗漱、换衣服，准备去接早班。可是今天，她在床上翻了2个身儿，看着天花板发呆，就是不想动。胸口像是缺了一块，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像是拼图丢了一块，虽然不影响整体，但怎么看怎么别扭。他甚至不需要深想，就知道那个缺口是谁留下的。中午时分，阿成在新公司的食堂里，面对着丰盛的午餐，却有些食不知味。周围是陌生的同事，聊着他不熟悉的话题。他一边应付着大家的寒暄，一边偷偷瞄了好几次放在桌上的手机。屏幕黑漆漆的，没有任何消息提示。他自嘲地苦笑了一下。我在期待什么？才分开半天而已，难道指望他会主动发消息来吗？可是手指却不受控制地一遍遍点亮屏幕，又按灭，仿佛这样就能把那边的信号按出来一样。下午3点多，网吧里人不多，小夏在冰柜前整理饮料。当他的手碰到一瓶特定牌子的矿泉水时，动作突然顿住了。那是阿成最喜欢喝的牌子。以前他每次来都会顺手拿一瓶，然后笑着对他说：“记账。”他盯着那瓶水，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凉的瓶身，仿佛能透过它感受到那个人的温度。心里那个空缺的地方突然漏进了风，凉飕飕的。
今天没法记账了。他小声嘀咕了一句，语气里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委屈和失落。哟，姐，看来今天心情不太美丽呀。旁边突然传来一个戏谑的声音，小夏吓了一跳，转过头，只见几个熟客学生正挤眉弄眼地看着他。胡说什么？我哪有心情不好？小夏有时心虚地把那瓶水塞回冰柜里。学生 A 嘿嘿一笑，指了指冰柜。姐，你刚才对着那瓶水发呆的样子。学生 B 立刻接话，啧，简直就是望穿秋水呀。学生 C 补刀，这叫睹物思人，懂不懂成语呀你们？小夏的脸腾的一下红到了耳根。闭嘴，玩你们的游戏去。他恼羞成怒地挥了挥手，把这帮起哄的小鬼赶走。可是当笑声散去，周围重新安静下来时，小夏靠在柜台上，轻轻叹了口气。他不得不承认，那种不习惯，那种空虚，是真的。傍晚6点，阿成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走出公司大楼，他下意识地拿出手机，屏幕依然是空的，没有小夏的消息。阿成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深吸了一口气。阿成，你真是没救了。想发消息给他，又怕打扰他工作；想问他今天过得少不好，又怕显得太粘人。他在对话框里输了删了，删了输了，犹豫了整整2分钟。最后终于鼓起鼓发了一句最简单最不出错的开场白：你今天还好吗？发送。他盯着屏幕上那个旋转的小圆圈变成对勾，心跳莫名快了几分。5分钟后，手机震动了一下，屏幕亮起，显示小夏发来一条新消息。本来挺累的，但看到你的名字跳出来，突然就不累了。阿成看着那2行字，呼吸抑制，随后嘴角不受控制疯狂上扬。那个笑容比今天的晚霞还要灿烂，心里某个阴暗的角落像是被突然点亮了一盏灯，不是那种刺眼的探照灯，而是日落后巷口那盏温暖昏黄的路灯，温柔却足以照亮归途。那一刻，隔着几十公里的距离，2个人都清楚地感觉到，即使身处不同的地方，他们的心却正在坚定地走向同一个方向。第47章，需要你的时候，你刚好在。外区项目的第1周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为了赶进度，阿成每天早上5点就要起床，赶第1班地铁去新公司。晚上经常加班到深夜，回到家往往已经是10点以后了。身体累到了极致，有时候站在地铁上都能睡着。但他每天无论多忙，都会习惯性地打开微信，盯着置顶的那个对话框发一会儿呆，看看小夏有没有发朋友圈，有没有给他发消息。哪怕只是一张表情包或者一个简单的问候，都能成为他这一天里最大的慰藉。这天晚上8点半，阿成拖着疲惫的身体刚回到出租屋，还没来得及换鞋，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特别关心的提示音。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立刻拿出手机。是小夏。对话框里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你在吗？阿成几乎是秒回：在。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要知道，小夏那个性格，如果不是遇到了实在解决不了的麻烦，是绝对不会主动发这种消息的。过了10几秒，那边才显示正在输入中。又过了好一会儿，一条新消息才跳出来：那个，我有件事想拜托你。我好像把家里的钥匙忘在网吧了，现在进不去家门。这么晚了，店里已经关门了，我也没有备用钥匙。阿成看着这2行字，眉头瞬间拧紧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晚上的风很凉。他一个人在家门口，进不去，又冷又无助，
光是想到那个画面，阿晨的心就揪了起来。他想都没想，把刚脱了一半的鞋子又穿了回去，甚至连外套都来不及扣好，就抓起钥匙冲出了门，一边下楼一边给他发语音：“你在门口别动，找个避风的地方待着，我现在过来。”小夏很快回复了：“可是你在外区啊，这离得太远了，而且这么晚了，要不我自己想想办法吧，找个开锁公司或者去朋友家挤一晚。”阿成看着屏幕，脚步没有丝毫停顿，反而跑得更快了。他按下语音键，语气是不容置疑的坚定：“别乱跑，距离再远也没有你一个人在外面吹冷风让我担心。等我，40分钟，不，半小时就到。”半小时后，一辆出租车在小夏家楼下急刹车停住。阿成推开车门，气喘吁吁地跑了下来。远远的，他就看见单元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个缩成一团的小小身影。他把头埋在膝盖里，怀里紧紧抱着自己的外套，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猫。听到急促的脚步声，他有些迟钝地抬起头。当看清那个逆着光跑过来的身影时，他的眼睛微微睁大，满脸的不敢置信：“你真的来了？”阿成跑到他面前，撑着膝盖大头喘气，额头上全是汗水。他顾不上擦汗，先伸手摸了摸他冰凉的手背，眉头紧锁：“怎么坐在这儿？地上多凉啊！不是让你找个避风的地方吗？”小夏看着他，眼眶突然有点热：“我怕你来了找不到我。”阿成愣了一下，心软得一塌糊涂。他脱下自己的外套，不由分说地披在他身上，把他裹得严严实实。“走，去网吧拿钥匙。”两人并肩走在深夜的街道上，路灯昏黄，身影拉得很长。虽然风还是冷的，但是小夏却觉得一点都不冷了。那种有人为了你不远万里奔赴而来的感觉，足以抵御所有的寒冷。拿到钥匙送他回到家门口时，小夏手里攥着那串失而复得的钥匙，低着头，声音很轻：“阿成，谢谢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阿成看着他，伸手帮他捋了捋被风吹乱的刘海，动作温柔的像是在对待一件珍宝。“不用谢。”他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许下了承诺：“只要你需要，无论我在哪，无论多晚，我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我一定在。”小夏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酸酸的，胀胀的，却又甜得要命。那是一种被偏爱、被保护、被坚定选择的安全感。第48集，你也可以被照顾。外区项目进入了最关键的第2周，阿成已经连续7天没有好好休息过了，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连轴转，早出晚归。回到出租屋时，往往累得连澡都不想洗，只想把自己扔进床里。但他每天无论多累，都会雷打不动地给小夏发那条消息：“今天顺利吗？”仿佛只有收到他的回复，这一天对他来说才算真正结束。这天晚上上班，阿成站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抓着扶手。车厢里闷热的空气和摇晃的节奏让他一阵阵发晕，眼前甚至出现了短暂的黑视。他用力甩了甩头，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清醒一点。就在这时，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特别关心的震动频率。他立刻拿出手机：“小夏，下班了吗？”阿成勉强打起精神回复：“刚下班，今天有点累，可能要在车上睡会儿。”过了几秒，对话框上显示正在接入，然后跳出来简简单单的2个字：“回头。”阿成愣住了：“回头？回哪里？”他有些茫然地转过身，看向车窗外。
公交车正好缓缓停靠在一个站台，而在那个站台昏黄的路灯下，站着一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身影。他穿着一件米白色的薄风衣，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保温袋，正仰着头，焦急地在一扇扇车窗里寻找着什么。那一瞬间，所有的疲惫，所有的眩晕，所有的负面情绪，仿佛都被按下了暂停键。阿成甚至顾不上等车停稳，就拼命地挤开人群，冲到了后门。车门刚一打开，他就跳了下去。小夏！听到声音，小夏懵地转过头，看见气喘吁吁站在面前的阿成，他的眼睛瞬间亮了，像星星一样。你怎么会在这里？阿成的声音有些发颤，既是惊讶，又是感动。小夏扬了扬手里的袋子，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查了路线，这趟车正好经过你家附近的这一站，想着你每天那么晚上班，肯定没好好吃饭，所以就想过来看看。今晚换我照顾你。阿成呆呆地看着他，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酸涩的厉害，却又暖得让人想流泪。一直以来都是他在单方面的付出，在小心翼翼的守护。他从来没想过，那个总是被他护在身后的小女孩，有一天也会穿过半个城市，站在寒风中，只为了给他送一口热饭。两人就在站台后的长椅上坐下，小夏打开保温袋，献宝似的拿出一个还在冒着热气的饭团，还有一瓶温热的 VC 饮料。我看你最近朋友圈都在喊累，怕你感冒，快吃吧，还是热的。阿成接过饭团，咬了一口，其实就是便利店最普通的饭团，可是此刻吃在嘴里，却比他在任何高级餐厅吃过的都要美味。好吃吗？小夏托着腮，期待地看着他。好吃。阿成用力地点了点头，眼眶有些发红。小夏，谢谢你。小夏歪着头看他，语气变得有些认真。你不是总说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吗？那今天一直是你照顾我，偶尔也给我个机会表现一下嘛。你也可以被照顾，也可以含泪，也可以依赖我一点点。阿成看着他清澈的眼睛，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彻底塌陷了。他伸出手，轻轻握住了他放在膝盖上的手。这一次，小夏没有躲，反而握住了他。晚风吹过，叶子沙沙声响。过了好一会儿，小夏突然低着头，小声问道：“阿成，你那边的项目还要多久啊？能不能早点申请调回来？”阿成愣了一下，小夏的手指微微收紧，似乎有些紧张。我不是要干涉你的工作，我只是有点想像以前那样每天都能看到你。隔着屏幕聊天虽然也能联系，但我还是更喜欢你在我身边的感觉。这是他第一次这么直白地表达对他的思念和依恋。阿成只觉得心脏快要跳出胸腔。他看着他，眼神温柔的能溢出水来。好，他重重地承诺道，我会尽快回来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快。小夏抬起头，对他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那一刻，两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段关系已经彻底变了，不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接受，而是双向的奔赴，是彼此的支撑，是两颗心紧紧依靠在一起的温动。第49章，差一点就错过你。外区项目到了收尾阶段，忙碌程度简直令人发指。阿成已经连续3天加班到深夜10点，每天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出租屋，他累得连眼皮都在打架。但他依然会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给小夏发去一条晚安，仿佛只要发了这2个字，这一天就不算白过。
可是这3天里，小夏一条消息都没有回，对话框里只有他一连串孤零零的绿色气泡。第3天晚上，阿成躺在床上盯着手机屏幕，心里那种从未有过的慌乱感像野草一样疯长。他桑来是个情绪稳定的人，但这一次他是真的怕了。是不是自己太忙了，忽略了他，所以他生气了？还是说距离真的会冲淡一切，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第2天傍晚，小夏下班了，他站在网吧门口，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心里莫名烦躁。这3天没回消息，真的不是故意冷落他。这几天刚好赶上月底盘点，经理抓着他没日没夜的核对数据，每天回到家，手机都没力气拿，倒头就睡死了。可是那个念头就像一根刺，一直扎在他心里。我都3天没理他了，那个笨蛋该不会在胡思乱想吧？越想越觉得心里不踏实。他掏出手机，正准备给阿成打个电话解释一下，突然一个经常去外区跑业务的熟客学生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姐，你听说了吗？外区那个就是阿成哥上班那片儿出事了。小夏的手一抖，手机差点掉在地上。出什么事了？听说那边最近流窜着一伙抢劫犯，专门在地铁站附近蹲点，前2天刚捅伤了一个白领，现在警察还在抓人呢。什么？小夏的脸色瞬间惨白，脑子里嗡的一声炸了开。阿成每天也是那个点下班，也是走那条路，恐惧瞬间像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扼住了他的喉咙。他连外套都忘了拿，抓着手机就疯了一样冲向地铁站。同时，阿成刚从公司出来，正准备进地铁站，周围人来人往，步履匆匆。突然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身影跑得飞快，头发被风吹得凌乱不堪，脸上写着满满的惊恐和焦急。那是小夏。阿成愣住了，甚至想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想他而出现了幻觉。还没等他人反应过来，那个身影已经冲到了他面前。阿成！小夏猛地刹住车，胸口剧烈浮起，上气不接下气。他看到完好无损站在那里的阿成，眼泪瞬间涌了上来。你没事吧？他顾不上周围人的目光，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指尖却在微微颤抖。你听说那边有抢劫犯，还伤了人，你一直不回电话，我以为你出事了。语伦无词的解释带着哭腔的颤音。阿成怔怔地看着他，看着他因为奔跑而通红的假甲，看着他眼底那毫不掩饰的恐惧和深情。原来他是为了这个跑过来的，为了确认他的安全，跨越了大半个城市。巨大的喜悦和心疼瞬间淹没了他，他反手握住他的手腕，将他轻轻拉近自己，低头看着他的眼睛，声音低沉而沙哑。你3天没回我消息，我以为你不想要我了。小霞猛地抬头看着他，不可置信地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不要你？他急得眼圈通红，声音都提高了8度。我只是太忙了，我怕你误会。阿成看着他语伦无词的样子，喉咙发紧，再也忍不住了。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假甲，指腹擦过他眼角的泪痕。我知道，但我还是怕差一点就错过你。这3天每一秒我都觉得好像把你弄丢了。小夏愣住了，两人施站在喧闹的地铁头，周围是行色匆匆的路人，但在这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声震耳聋语。那句没有说出口的我爱你，已经在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奔赴里震耳聋语。第50章，我喜欢你很久了。外区项目终于圆满结束，走出写字楼的那一刻，阿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看着头顶湛蓝的天空，心里那块压了一整年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他感觉甲部从未有过的轻盈，不仅仅是因为工作的解脱，更是因为今天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到那个地方，回到他身边。与此同时，小夏在网吧的柜台前坐立难安，他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把早已一尘不染的台面擦了第18遍，连旁边的水杯都被他摆弄了好几次位置，怎么看都不顺眼。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紧张，明明每天都在手机上联系，明明经常见面，可是今天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就像是初恋少女第一次去赴约。也许是因为他预感到今天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傍晚7点，推拉门上的风铃发出清脆的响声，一阵带着初春暖意的晚风吹了进来。小夏猛地抬起头，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周围的一切嘈杂声仿佛都自动消音了。阿成站在门口，穿着那件熟悉的黑色冲锋衣，手里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他瘦了一些，黑了一些，但眼神却比以前更加明亮，更加坚定。回来了。小夏的声音有些干涩，却藏不住那一丝颤抖的喜悦。阿成放下包，走到柜台前，深深地看着他，嘴角扬起一抹温暖的弧度。回来了。简单的3个字，却包含了千言万语，包含了这1个月来所有的思念和牵挂。就像漂泊已久的船只终于找到了停靠的港湾。夜里10点，网吧打烊了。小夏关好灯，锁好门，转身看着一直等在旁边的阿成。走吧，送你回家。阿成自然地接过他手里的包，和他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今晚的月色很美，路灯将2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偶尔交织在一起，难舍难分。走在那个熟悉的便利店路口时，阿成突然停下了脚步，小夏也跟着停了，有些疑惑地看着他。怎么了？阿成转过身，面对着他，路灯昏黄的光晕洒在他脸上，让他原本棱角分明的苦轮廓变得格外柔和。他看着小夏的眼睛，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在积攒对生的勇气。小夏，我有话想说对你。他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敲打在心上。我喜欢你。虽然早有预感，但当这4个字真的从他口中说出来时，小夏还是怔住了，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心跳加速的声音。阿成上前一步，离他更近了一些，不是因为同情，也不是因为习惯，是从很久以前，我也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你第一次递给我那瓶水的时候，也许是你坐在地上哭的时候，也许是更早。我想照顾你，想把肩膀借给你靠，想以后每天都能见到你。他说得很慢，很认真，那种真挚的情感像一股暖流，缓缓流进小夏的心里，填满了所有的缝隙。小夏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眼眶有些发热，视线变得模糊。过了许久，他才抬起头，眼底闪烁着细碎的光芒。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那你以后还会走吗？阿成笑了，他伸出手，轻轻握住了他有些冰凉的手指，掌心的温度通过指尖传递过来，一直暖到了心里。只要你在的地方，我就不走。你在哪，我就在哪。小夏看着他，嘴角慢慢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那是阿成见过的最美的笑容。那说好了。他反手握住他的手，食指紧扣。以后不许反悔，绝不反悔。那一刻，风是暖的，月亮是圆的，2颗漂泊的心终于紧紧地贴在一起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属于他们的幸福才刚刚开始。这是一段关于守护和被守护的故事，平淡琐碎，却足以温暖余生。